眼前这个男人也太离谱了，别人被勇者以及队友解布后都是当场崩溃，而他竟是直接高兴到原地起飞。要问其中的缘由，还得从不久前说起。我说艾德啊，你从明天开始就不用来了。听到这里，艾德先是一愣，不过很快他便一脸认真的回道：原来如此，不来也行是吧？也就是说明天休息对吧？然而话音刚落，队友便一脸生气的喊道：你是不是傻啊？我说的不是明天，而是从明天开始，意思就是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这句话让艾德的表情僵了一瞬，但很快又挤出笑容，强装淡定的回道：不是你未免醉的也太厉害了吧，竟然拿这种事开玩笑。听到这里，队友则冷冷的回道：这并不是突然，而是在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这是我们全员的决定。这句话让艾德瞬间慌了神，并望向了其他队友。全员的决定？不是又玩这个吗？不是那啥，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要一起打败魔王啊！勇者大人，这是开玩笑的对吧？不，这次是认真的。我说艾德你啊，的确是个优秀的人才，所以我当初才会邀请你加入队伍，并且大家也很欢迎你。在加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你帮助了我们很多，也教会了我们很多，感觉还有回旋余地的。艾德急忙表示那么。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勇者的声音便盖过了他的讲话。是，你看看你自己最近又是什么德行，在负责的工作中摸鱼，那些要自主训练的时间也敷衍了事。明明大家为了今后的战斗都在不断想办法提高实力，但你呢，还是停留在加入的那个时候。即便如此，我们也依然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再次拿出干劲，恢复到当初活跃的状态。但隐忍也是有极限的。听到这里，艾德也沮丧地低下了头。原来是这样啊，那么是的，艾德，你被我们勇者队伍开除了。伴随着这句话的落下，现场的气氛也瞬间压抑了起来。就在众人以为艾德会沮丧地离开时，对方的脸上却露出了莫名的微笑。与此同时，艾德的脑中也出现了一个久违的声音：已确认达成条件，离返回还剩10分钟。听到这里，艾德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老子终于可以不用装了。如此离谱的操作直接给一众队友看傻了眼，并不禁地担心道：你这是怎么了？被开除的打击导致脑子不正常了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我正常着呢，我只是因为总算达成了心愿，很爽而已。对了，在我离开之前，可以请你们收下这些吗？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的前方竟出现了一道虚空。看到这里，身为法师的队友更是一脸震惊地喊道：等等，那个难道是你被我们勇者队伍开除了？就在众人以为艾德会犹如丧家之犬一般离开酒馆时，对方却突然狂笑了起来：条件总算达成了，老子终于可以不用再装下去了。不过毕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在离开之前送你们一些礼物吧。在看见艾德这个废柴竟随手甩出了一记虚空魔法后，队里的法师立即一脸震惊地惊呼道：等等，你那个难道是？你猜的没错，这些是我为你们准备的指导书。听到这里，梅加斯差点当场气晕过去。不是说那个啊，我指的是次元收纳。要知道，即使是放眼整片大陆，会这种超稀有技能的人也屈指可数。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听你说过？有那种技能的话，都不知道可以延伸出多少种用法。听到这里，艾德则淡定地回道：比起这种小事，还是先阅读一下指南书吧。这些是我收集了大家至今为止的战斗情报后，总结出适合每个人的高效率锻炼方式，以及学习新技能的方法等等。无论今后各位想追求怎样的成长路线，都可以从指南书里得到相应的参考。听到这里，莫伊拉则一脸好奇地询问艾德：这上面列出了我可以学会的魔法，但有些从来没看过的名字。你说那个呀？这部分我是觉得你今后若能顺利成长，肯定能自然学会。详细内容已经总结好，写在了另外一张纸上，以后需要的时候再看即可。然而话音刚落，金便一脸激动地询问艾德：这是啥玩意？这份精致到令人恶心的地图到底是怎么回事？上面不仅记录了连身为斥候的我都没能察觉到的隐藏道路，而且就连陷阱的位置都完全画出来了。听到这里，艾德则一脸淡定地回道：有地图在手肯定会更方便啊，不过也仅限于去过的地方。废话，没去过的地方能画出来才怪。我问你的是这些地图到底是怎么？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艾德便抢先表示这些细节性的本领当然是属于秘密了，毕竟我已经不是勇者队伍里的人了。听到这里，勇者凯尔也终于打破了沉默，随即便向艾德鞠躬道起了歉：对不起，没想到你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做了这么多工作，请你原谅我有眼无珠。看到这里，莫伊拉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对不起，艾德先生，努力本来就是要厚积薄发，并不需要做出来给别人看。可是我却没有理解到这点，居然还想把艾德先生开除出去。而此时金也不好意思地向艾德道起了歉。看到这里，艾德急忙表示：别这样，大家快抬起头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着哪怕自己不在了，多多少少都要给曾经照顾过我的大家一点帮助而已。你这个傻瓜，开除这事肯定是撤回了，包括我在内的这支傻瓜队伍想必不会有异议吧？是啊，艾德，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再跟我们一起。听到这里，艾德也流露出了感动之色，并喊出了勇者大人。这可不行，办不到抱歉了。如此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答，直接给众人整不会了。也是啊，都已经开除出去，现在又想让你回来，确实太不要脸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其实我并不是那个意思。算了，总之我很期待各位打败魔王的那一天。
话音刚落，艾德便头也不回地狂奔了出去。让他如此着急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那脑中再次响起的声音。离返回还剩10秒，为了不引起骚动，艾德也急忙赶向了无人的钟楼，并抢在最后1秒，及时来到了钟楼的内部。到这里应该就可以了。伴随着那脑中倒计时的结束，一个久违的词语也出现在了艾德的脑中：现在执行世界转移。伴随着声音的结束，艾德的身体也好似掉入到了神圣的汪洋之中，在坠落的同时逐渐与其融为了一体。当转移完成之后，艾德已被传送到了一处未知的空间内，其地面乃是能站立的湖水，其天空则洋溢着神圣的光芒。而在这无尽的空间内，竟大大小小屹立着无数的房门，而艾德显然早已习惯了这里。没想到这次竟然用了1年，意外的花了不少时间啊！真是累死我了。但是如此一来的话，总算是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该轮到你那边了吧？是时候该履行约定了，赶紧让我回家。该死的神明！面对勇者的邀请，按理说一般人都会当场接受，但是艾德却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拒绝了对方的组队邀请。毕竟早已做够了牛马的艾德，此时可是赶着回到神之领域打卡下班。按照与神明的约定，已完成所有试炼的他可以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但是当他提出这一要求后，所得到的却依然是对方的沉默不语。对于这一点，艾德并不意外，毕竟从他第一天来到这里便是如此。他原本是个过着平稳又平凡的打杂佣兵，某天突然被召唤到了这个地方。在那一望无尽的空间内，只有一张桌子，以及一本连封面都是雪白的迷之书，还有一扇房门而已。神明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哪怕是小孩子都会猜到，那肯定是先阅读一遍迷之书，哪怕其中写的是如同狗屎一般的内容。穿过房门进入异世界，获得勇者的认可并成为其同伴之后，共同行动半年以上，又或者是与其构筑了深厚信赖的状态下，被其开除便算作达成条件，随后便会重新回到神之领域。附加说明，曾经打开过的门会变得无法再打开，与此同时会增加一扇通往下一个异世界的门。想到这里，艾德也无力地叹了口气。老实说，哪怕看再多次，也依然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内容。我居然凭借着这种狗屁指南花了差不多100年，巡游了100个异世界，然后终于被所有的勇者开除了。家人们谁懂啊？我是历经了何等千辛万苦，坚持不懈才终于达成的这一伟业，所以你就不能给我来点庆祝的气氛，奖励吗？然而即便如此，神明也依然什么都没有说，这让艾德瞬间感觉自己一直在对牛弹琴。不过好在即使过了这么长时间，自己的年龄并没有变老。在神之领域内时间是静止的，但在异世界那边则会正常的流逝，身体会因为锻炼而长出肌肉，也会因为吃多了而变胖。但这种变化在回到这个纯白空间的瞬间便会全部重置，还原成最初来到这里时的身体状态。也就是说，我一直保持着20出头的肉体和精神，走过了100个异世界，经历了100年的冒险生活，总之就是长生不老的小鬼头。实际上，若我变成100岁以上的老爷爷回去，想必谁都不会记得我吧？别说那群笨蛋了，估计连老妈也。想到这里，艾德也不禁地苦笑了起来。还真是一段既漫长又难忘的旅途啊！所以已经够了吧？全都搞定了，这次该轮到你那边遵守承诺了，让我回家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桌子上的水晶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如往常一样，每次艾德从异世界中被放逐后，水晶球便会给他一个意义不明的能力，而他则随心所欲地将这些力量称作为放逐技能。而之前为勇者他们制作的指导书以及绘制的地图，便是用到了这些能力。而平凡的他之所以能勉强在勇者队伍里混下去，那也完全是凭借着这些力量。这便是最后达成的报酬吗？虽然觉得无所谓，不过既然人家都已经送上门来了，不要白不要。想到这里，艾德也将手放到了水晶球上，下一秒一股未知的力量便顺着他的手臂直达脑部。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艾德已学会了一个全新的能力，这让他不禁的喃喃自语道：真的假的？又给了一个超屌的能力。话说这东西你倒是一开始就给我啊，不过这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一次性的能力，而且这个效果实在是，这就是那种太过贵重，不到最后一刻都舍不得用的玩意吧。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惊讶地发现，远处竟突然冒出了一个他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通关异世界方式，竟然需要在取得勇者信任的条件下被其开除才算达成任务。而艾德也是个狠人，竟花费了100年的时间，在被100名勇者开除后，终于达成了这一伟业。在取得了最后一个放逐技能后，艾德突然察觉到远处的地面似乎有些不太正常，空间在晃动着。难道又生成出了一个门吗？不对，等等，以往每个增加的门都是生成在前一扇的隔壁，从未有过出现在相反方向的。难道那个是？想到这里，艾德也快速冲到门前，并查看起了门牌号。只见上面赫然写着000，起始之前的数字，也就是说这是通往我原本世界的门扉吗？只要打开这扇门，应该就能回到我出生的地方，那个100年来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的世界。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突然意识到了不对。等等，100年来吗？异世界的时间会正常流逝，那我原本的世界也已经过了100年了。倘若如此的话，那么自己的亲朋好友岂不是早就不在了？
想到这里，艾德急忙向神明喊道：“我可是给你奉献了100年啊！这些时间哪怕说是被你抢走的也不为过吧？”理由、目的甚至意义都无法理解，只是一味地继续着被强加于身上的劳动。都到最后这个节骨眼上了，好歹也回应一下我啊！还是说要我在这里把刚才的那个技能给用了吗？那可是我通关的报酬啊！不带你这样耍人玩的。然而任由艾德喊破了喉咙，神明也依然什么都没有说。就在艾德准备放弃时，突然天空上掉下了一本书。这是个啥啊？跟最开始那本一样的书吗？是要我看吗？想到这里，艾德只能无奈地翻看了起来。号码牌下面的数字表示从那个世界出来后门里世界经过的时间。看到这里，艾德也急忙看向了门扉，没想到居然还真有这么一串子数字，而且上面的时间还全是0。会连上我被绑架监禁到这里的那一瞬间吗？可以回到那一天的那个地方？没想到神明人还怪好的。想到这里，艾德也迫不及待地按下了门把手，但是却发现根本打不开。就在他还在为此而纳闷时，忽然天空上又掉下了另外一本书，这给艾德砸的是脑瓜子嗡嗡的。搞毛线啊，怎么又是一本书啊？然而当艾德不情不愿地打开后，里面竟然放了一把钥匙，而且盒内还附上了完全放逐纪念字样的纸条。行啊你，世上居然还存在着如此不想纪念的纪念品啊！使用这把钥匙就能打开一次至今曾到访过的异世界门扉，并再次造访该世界。另外返回条件也不需要被开除，只要对该世界中的任意门扉再次使用这个钥匙，就可以返回这里，而随后钥匙将会消失，同时通往000世界的门扉也会打开。在最后不妨到自己去过的世界，亲眼见证一下其结局吧。我擦，我根本不想看好吧？这算是啥？不去一趟其他世界就不给开门让我回到原本的世界吗？如果返回条件又是搞开除那一套的话，我可是要发飙掀桌子了。不过只要对着那边的门使用钥匙就能回来，也没什么难度，所以随便找个世界逛下然后回来就行了吧，轻松加愉快啊。这样的话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个还是那个，又或者说是这一个吗？以我现在的心情应该选的是。然而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嘚瑟时，突然一扇房门映入了他的眼帘，那既是最初的门楣，最初的世界。为了打开通往原本世界的门扉，按照神明的要求，艾德必须返回一趟他之前去过的任意一个世界，亲眼见证一下其结局才可以。而在一顿挑选过后，最终艾德的目光落在了最初的门扉，最初的世界上面，这也让他不由得感慨万千道：那个时候还真是吃了不少苦头啊，什么都没搞清楚，在一脸懵逼的状态下被扔到了这个最初的异世界。说什么加入勇者的队伍，那种事一般来说得是英雄级别的人物才能办得到吧，而像我这种实力跟普通守卫差不多的人，根本就是不可能加入的。之所以将其变得可能，那是因为我在被召唤的同时获得了一个放逐技能，其名曰名为偶然的必然，命运会将我和勇者联系在一起。多亏了这个技能，我总算是设法加入到了勇者的队伍里。然而问题出在加入之后，当时的我并不具备与勇者并肩作战的力量，或起到辅助作用的技能，笼罩在不知何时会被抛弃的恐惧下，我拼命寻找着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安排住宿，筹备消耗品，搬运行李，收集目的地的情报，可以想到的事我全都做了。老实说，虽然我不知道那3个人对我做的这些工作有什么想法，但是被开除前的那1年半里，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毫无疑问是同伴。这么说来，当时在一个很不三不四的时间点上被开除了，那之后变成什么样啊？想到这里，艾德也望向了门牌号的下面，数字是10，都已经过了10年了吗？那些家伙肯定轻轻松松打倒了魔王，世界也顺利迎来了那期盼已久的和平了吧？行吧，我决定了，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去和平的世界稍微观光游览一下吧。实际上那次是被强行赶上路的，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真是过分，不过也不至于说全都让人不堪回首。虽然有很多辛苦糟心事，但快乐的回忆也确实不少。走吧，回到那令人怀念的最初的异世界，最初的门扉，最初的世界。在最开始的异世界第一次遇到一起冒险的伙伴，即使过了100年的时间，我仍然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面孔。在那之后都已经过去10年了，这扇门后肯定是个和平的世界了吧？那个时候的我对此深信不疑。当踏出门扉的瞬间，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也映入了艾德的眼帘，跟一开始来的时候是一样的地方。还以为自己已经把大家都忘光了，没想到再回到这里后却发现还是记得很清楚。话说这把钥匙弄丢了就麻烦了，得放好才行。我记得这附近应该有个城镇来着，对，就是那边。话说魔王大概已经被打倒了，这附近应该也没什么强大的魔兽才对，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确认一下比较重要。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突然察觉到身后有杀气，这也让他立即躲向了前方。果不其然，下一秒他便遭受到了未知的攻击。看到这里，于是艾德便一边调整姿势，一边却认起了敌人的身份。然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袭击他的竟然是一头拥有强大实力的凶残魔物。如此怪异的情况让艾德十分的诧异，为什么这种大家伙会出现在这里啊？不过也罢，正好可以用来测试一番。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从彷徨者的宝物库里拿出了一柄短剑。很好，
看样当时没有学会的技能也可以正常使用。那么接下来该测试一下，这个家伙有几斤几两啊？话音刚落，巨蟒的攻击便彻底淹没了艾德的身影。然而让魔兽感到意外的是，他那无坚不摧的毒牙竟无法刺破眼前这个弱小人类的身体，而拥有不落城必加护的艾德则一脸淡定的嘲讽道：“真可惜啊，看来你这种程度的攻击是咬不动我的身体的。”听到这里，气急败坏的魔兽立即加重了咬合的力道，但是下一秒，他的2颗毒牙便像咬到了钻石一般，直接崩飞了出去。其剧烈的疼痛让他痛苦万分，而反观艾德则一脸欠揍的接着嘲讽道：“不会这就结束了吧？有什么花活赶紧使出来吧！”然而话音刚落，巨蟒便突然对其吐出了一滩绿色的粘液，魔法的溶解液吗？来得正好。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巨蟒的粘液也彻底将艾德所吞没，而这次他也跟上次一样，站在原地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动，仅凭吸魔之杖便化解了对方的攻击。看来物理和魔法都没问题。那么最后要测试的项目则是我的武力。随着艾德的手起刀落，眼前这只庞然巨物也被其轻而易举的一分为二，完事收工。接下来便可以正式悠闲的观光了。而此时此刻的艾德还没有意识到，前方等待他的究竟是何等的绝望。眼前的一幕让艾德感到了意外。按理说离城镇这么近的地方不应该出现如此强力的魔物才对，不过正好可以拿来测试一下自己的身手。在3下5除2解决完对方后，艾德便打算悠闲观光一番后即刻返回自己的世界。想到这里，他也收起了武器，并朝着城镇的方向前进。话说这附近还是当年的样子，一点没有变，感觉好怀念啊。最初来到这个世界时，自己被限制必须加入勇者队伍，并和他们一起行动，但是这次可没那种东西，自己想去哪就去哪。而且彷徨者的宝物库里的金银财宝多得像座山一样，完全够老子随心所欲挥霍一番的。说不定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就连勇者大人当时穿的铠甲的仿制品，或者勇者包子之类的周边都有在卖。想到这里，艾德的脑中也不禁地浮现出了相应的画面，这也让他忍不住地笑出了声来。虽然绝对不想穿上，但还是有点想要。然而话音刚落，艾德突然凝视起了远方，那个是……等下，怎么可能？那个是什么情况？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并快速地冲向了前方。当他完全靠近后，更是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只见在他记忆中那热闹无比的城镇，此时竟已成为了一片死寂的废墟。这也让他不禁地诧异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被魔兽袭击了吗？不对啊，魔王应该已经被打倒了才对。但是眼下这一惨状又该如何解释？难道是人类之间的战争吗？在失去魔王这一共同敌人后，各国之间又开始相互猜忌，将彼此视为敌人了吗？这种状况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战争才刚结束10年就搞成这样了吗？这幅景象说有在进行复兴，也很让人怀疑自己不在的这10年间究竟出了什么事。然而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不解时，突然废墟里传来了一位老者的声音：喂，小伙子，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这附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是被假情报给骗过来的吧？来，这个给你，记得以后要小心点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给艾德整不会了。话说大叔，我想跟你打听件事，这里为什么毁成这个鬼样子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在说什么？这里早在2年前就已经变成废墟了，魔王军袭击了这里并毁灭了一切。这句话让艾德瞬间怀疑起了自己的耳朵。魔王军2年前？大叔，你是不是在耍我玩呢？魔王军还健在吗？听到这里，老者不耐烦地回道：喂，你在讲什么莫名其妙的话？魔王军可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在世界各地到处肆虐啊，连这些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听到这里，艾德立即难以置信地反问道：一直吗？你的意思是魔王军一直在搞破坏而不是残党吗？勇者呢？不是有勇者大人在吗？对了，勇者亚雷克西斯。看老者居然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艾德立即一脸激动地喊道：就是这个国家的王子，10年前还差一步就能讨伐魔王的亚雷克西斯啊。听到这里，老者似乎也记起来了，你说他已经在5年前与魔王军的战斗中死掉了。你说勇者啊？他在5年前与魔王军的战斗中已经死掉了？怎么可能？那家伙可是勇者啊，怎么会这么简单就？然而话讲到一半，艾德便猛然想起了之前在城镇周围遇到的大型魔物，难道真的是因为勇者已经？在察觉到他的表情有些异常后，老者则继续说道：不管你怎么否认，这个城镇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勇者大人还健在的话，或许这里也不会变成这种惨样了吧。听到这里，艾德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也让他一把抓住了老者，并对其追问道：那他的同伴呢？勇者队伍里还有另外2人吧？他们呢？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鬼知道啊，估计是一块死掉了吧，毕竟我没听说过关于他们生还的任何消息。很悲哀吧？抱着满满的期待，最终却是这种结果。一直都听说他们势如破竹，到头来却变成这样，到底哪些才是真实的呢？我们这些平民根本毫无头绪。算了，管他是王子也好，还是勇者也罢，死了就是一场空罢了。再见了，年轻人，我劝你也快点离开这里比较好哦。对于老者的劝告，艾德并没有回应，因为此时他仍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死了？你说死了吗？为什么会这样？
我被开除后到底出了什么事？不是我这种小角色，而是真正的勇者队伍输给魔王军了。输了然后全员都死掉了吗？是因为我吗？都是因为我不在了所以才……不可能是这样的，不过是多了我这么一个班行李的，不可能扭转如此不讲理的结局。我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吧。在最后不妨到自己去过的世界，亲眼见证一下其结局吧。可恶，这就是你想让我看见的结局吗？想到这里，艾德也缓缓伸出了右手，出来吧，放逐技能，寻物狂的指南针。我要寻找的是勇者亚雷克西斯的死亡地点。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指南针的外环也开始疯狂转动了起来。与此同时，内环也浮现出了相应的画面。真的死掉了？这个方向是魔王城吗？在沉默了片刻后，艾德又无力地说道：刚佐，武僧刚佐的死亡地点在哪？跟亚雷克西斯一样的地方吗？也就是说一同战死了吧？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找到死亡地点后，难道要去给他们做个坟墓吗？想到这里，艾德已几乎崩溃，并艰难地喊出了最后一个名字：迪亚的。露娜莉迪亚的死亡地点在哪？然而这次寻物狂的指南针却并没有直接映射出地点，而是显示出了4个字：条件不符。寻物狂的指南针所映射出的信息让艾德感到了绝望。他没想到自己曾经的队友勇者与武僧刚佐竟然真的死了，如此残酷的结局让他崩溃不已。就这样怀揣着无比绝望的心情，艾德问出了最后一位队友露娜莉迪亚的死亡地点。然而这次寻物狂的指南针却并没有运转，而是显示条件不符。这异常情况立即引起了艾德的注意，并让他再次确认起了罗盘上的信息。难道说……想到这里，艾德也立即更改了指令，并一脸激动地喊道：迪亚，露娜莉迪亚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寻物狂的指南针也开始疯狂转动了起来。怀揣着忐忑的心情，艾德焦急地等待着结果。很快罗盘上便显示出了一个特殊的建筑。看到这里，艾德瞬间重燃了希望。当指南针彻底停下来后，艾德连1秒钟都没有等，立即对着指针的方向施展出了放逐技能顺风之足。刹那间，艾德便仿佛化为了疾风，以极其夸张的速度开始狂奔了起来。此时此刻，艾德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尽快见到迪亚。为此他竟再次提升了速度。迪亚他还活着，迪亚。然而就在艾德仍沉浸在那思绪之中时，他的前方竟出现了一片大湖，而且中心位置还有大批魔物。为了以最快速度见到迪亚，艾德哪怕1秒钟都不想浪费，因此他并没有选择绕路，而是径直冲向了湖中心，并释放出了放逐技能不可捉摸的镜面，直接穿过了魔物们的身体，其持续效果有1小时之久。而艾德在此期间穿过了山峰，越过了极寒，趟过了酷暑，并踏上了死亡之地。在进入魔界的不久后，艾德的放逐技能不可捉摸的镜面便因持续时间结束而自行解除了效果。但即便如此，艾德的速度也依然没有减慢。与此同时，魔界的前沿堡垒此时正在做战前动员。听着同胞们，这次的远征要给那些人类再添一座废墟，我们的胜利指日可待，前进笔直前进吧，摧毁任何阻挡在我们面前的东西。然而话音刚落，魔族的指挥官便突然发现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靠近。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纳闷时，那个东西竟已来到了大军的后方。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暴走中的艾德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接撞飞了沿途的一切。如此离谱的一幕直接看呆了魔界指挥官。直到艾德离开了魔界，赶往了下一个地点，魔界指挥官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摧毁了他的大军。横跨了半个星球，艾德最终来到了一片幽暗的密林，而此时他也终于停下了脚步。拖着疲惫的身体，艾德缓缓抬起了右手，随后又望向了前方，上面显示的建筑应该就是这里。在发现昔日的队友勇者队伍里还有一人活着后，艾德也好似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一般，不惜跨越了半个星球，抵达了寻物狂的指南针所标注的地点。然而就在他打算进去寻找迪亚时，艾德却突然意识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糟了，我应该带一些礼物什么的吧。想到这里，艾德也慌慌张张地开始翻起了彷徨者的宝物库，有没有什么又好看又大方得体的东西啊？等等，这个是成果吗？就用它吧，毕竟我记得迪亚最喜欢甜甜的水果，就这个吧。在准备完见面礼后，艾德也径直走到了树屋前，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后便打算敲响房门。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他却犹豫了。先等等，在迪亚看来，我只是个被逐出勇者队伍的麻烦人物而已，这样的家伙突然登门造访，他有可能会笑脸相迎吗？算了，都已经来到这里了，事到如今怎么能退缩呢？想到这里，艾德也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随后又再次深吸了一口气，等待着对方开门。但是一连过了好几秒，门后却一点声音都没有，感觉有可能是迪亚没听见。于是艾德又再次用力敲了几下房门，有人在吗？发现竟无人应答，艾德瞬间慌了神，难道不在家吗？然而当他贴到木门上试图捕捉内部声音时，艾德尴尬地发现这扇门根本没有锁，这让他更加慌张了，并急忙解释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想开门而已，绝对没有私闯空门的打算。然而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是谁？谁在那里？这个声音时间即使过了100年，艾德也仍然记忆犹新。
那宛如太阳一般金灿灿的秀发，以及那双翡翠色的瞳孔是如此的让人怀念，这也让艾德一时间愣了神。而此时睡眼朦胧的蒂亚也看清楚了对方的样貌，并让他一脸不敢相信的喃喃自语道：“我这是还在梦里吗？”听到这里，艾德也回过了神来，并缓缓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这让蒂亚瞬间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艾德，是艾德吗？是的，好久不见。然而还没等艾德把话说完，蒂亚便迫不及待地朝他扑了过来，一切都跟100年前一样。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给艾德整不会了。而与他的表情不同，此时蒂亚则是激动到不停喊着艾德的名字。看到这里，艾德急忙表示：“等下你冷静一点，话说你贴得太近了，近的有点过头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真的是艾德，没想到能再活着见到你，喂，你也太大惊小怪了，什么活着再见也太夸张了吧。对于这一点，蒂亚则泪眼朦胧地表示：“才不夸张呢，你作为勇者队伍中的一员，明明很有名气才对，但我们一路走来都没能打听到你离队后的消息，所以我才以为……”听到这里，艾德也急忙表示：“抱歉，我没想让你担心，只是你想想，被勇者队伍开除这种事听起来很不光彩吧，所以我换了个名字到其他国家讨生活去了。”虽然艾德嘴上这么说，但实际上在被开除的10分钟后，他便被传送回了神之领域。不过对于他之前去了哪里，蒂亚其实并不在意，因为眼下最重要的是艾德还平安无事的活着。在历经了一番周折过后，艾德终于跟曾经的队友勇者队伍里的最后一名幸存者蒂娜重逢了，而对方也跟100年前一样，依然如此的亲近自己以及为他担心。不过艾德，你能平安无事真的太好了，话说一放下心来，总感觉要倒下了。听到这里，艾德只能一边吐槽自己才是要倒下那位好吗，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蒂亚放到了椅子上。而此时对方则注意到了地上的水果，并两眼放光地说道：“这些是成果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啊？”在听见是艾德带过来的礼物后，蒂亚则一脸可惜地表示：“虽然很高兴你还带了礼物来，但这个家没有浴池哦。”浴池吗？为什么要特地跑到浴池里吃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艾德啊，成果这东西是要把皮切开成好几半放进泡澡水里的，会散发出很好闻的气味，还能让皮肤变得光滑有弹性。”听到这里，艾德立即一脸无语地表示：“这玩意直接吃也很甜，我可没忽悠你，你尝一下就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帮你切好，等着吧，保准甜滋滋的。”听到这里，蒂亚只能半信半疑地乖乖坐好，并等待着艾德。不过在此期间，蒂亚突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话说艾德，你的衣服为什么破破烂烂的？你说这个啊？当然是因为太想见到某位昔日好友的大小姐，所以就稍微加了把劲，从世界的另外一头飞奔过来了呗。听到这里，蒂亚也笑出了声来。什么跟什么？艾德，你真是的，干嘛？我可是很努力了哦，刷刷的就飞了过来了。听到这里，蒂亚也露出了动容的表情。不过很快他便站起了身来，并爬上了楼梯。我先换身衣服，艾德你慢慢来。在答应的同时，艾德也不禁的在心中吐槽道：“话说回来，原来那件是睡衣啊。”然而就在他还在那里想入非非时，蒂亚突然探出了头，并调皮的说道：“艾德也要一起换衣服吗？换你个头啊！”这熟悉的感觉让艾德仿佛又回到了100年前他们一起冒险的时光。当时没有女人缘的他，好几次因为蒂亚这种随意触碰身体，或是贴近到几乎能感受到吐息的行为，弄得整个人心神不宁。话说回来，这里就是蒂亚的家吗？在环顾完4周后，最终艾德的目光落在了餐桌之上。明明是自己一个人住，却准备了4张椅子。而掀开卧室的窗帘后，3张整齐干净的被套也映入了他的眼帘。看到这里，艾德的心中也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忧伤。蒂亚一直在独自一人孤独地等待着永远无法回来的队友吗？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艾德，让你久等了。”听到这里，差点把艾德吓到灵魂出窍，并急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然而话讲到一半，艾德的目光便被对方的着装所吸引。只见此时蒂亚脸颊翻红，并露出了一脸不好意思的表情，让她那本就倾国倾城的美貌显得更加的小鸟依人。觉得怎么样？不会很奇怪吧？对于蒂亚的讲话，艾德并没有回复，因为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对方为啥要穿跟那时一样的衣服，在室内穿冒险时的旅行装，这一点让艾德实在搞不明白。难道蒂亚在戒备着自己？不过想想也是，10年来都渺无音讯的家伙，突然找上门来，被认为是图谋不轨也不奇怪。然而就在他还在那里思考时，蒂亚却突然叫了一声他的名字，这给艾德吓得急忙表示怎么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脱了吧。蒂亚的一番话语让艾德始料未及，他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向他提出脱了的请求，这让艾德瞬间不淡定了。但是当他真的脱下衣服后，蒂亚却打开了针线盒并缝补了起来。真的不酸吗？这可是成果啊！听到这里，艾德则立即表示当然是真的，要不这样好了，如果觉得难吃，到时候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行，那就这么说定了，那你喂我吃吧。听到这里，艾德立即一脸不好意思地表示为啥？你自己吃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现在正给艾德补衣服，根本腾不出手来。唉，好希望有人能喂我吃哦。在蒂亚的一番撒娇下，最终艾德只能举手投降，乖乖照做。但是没成想，蒂亚在吃下成果后竟立即表示好酸啊。看他那几乎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艾德瞬间慌了神。不是吧？
难道刚好抽到千王了？不可能这么巧吧？想到这里，艾德也小心翼翼地将成果放到了嘴里，明明很甜好吗，这位小姐？而此时蒂亚也忍不住地笑出了声来。我说蒂亚小姐都几岁的人了，还玩这种小孩子的恶作剧不妥吧？就这么一下而已，有什么关系吗？以前不也经常这样玩的吗？真是鬼扯，明明就是我单方面被玩弄好吧？不是吧？我明明是那么疼爱你的。在一番吐槽过后，艾德也不禁地感叹道，哪怕过了10年，蒂亚也没怎么变啊。蒂亚虽然看起来比自己还年轻，但实际上年龄早已超过了100岁。或许在他看来，这些行为不过是跟小孩子玩耍而已。所以艾德为了不产生一些奇怪的念想而拼命忍耐着，而这个判断在最后一刻以不太愉快的形式得到了证实。想到这里，艾德也半开玩笑地说道，不愧是把我从勇者队伍里开除的女人啊。然而此话一出，蒂亚的笑容瞬间从脸上消失了，这让艾德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不是那个意思哦，我没有恨过蒂亚，也没对那件事耿耿于怀，不过是回忆起过往稍微有点感慨之类的而已，对不起。然而话音刚落，蒂亚便重复了一遍对不起，这让艾德更加慌张了。不对，不是那样，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刚才是我不好，原谅我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但是艾德，你是来责怪我的吧？所以才特意来这里，只有我活下来这件事。看一向开朗的蒂亚竟露出了无比内疚的表情，艾德竟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在思来想去后，最终艾德只能询问蒂亚，在他离开队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来责怪我的吧？所以才特意来到这里，只有我活下来这件事。蒂亚的一番话语让艾德的内心五味杂陈，不知该如何安慰他的艾德只能对其询问道，可以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在沉默了片刻后，蒂亚缓缓地说道，在你离开后，我们就立即开始寻找能够代替艾德的人，然而进展却不太顺利，毕竟你离开的时间点，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人类与魔王军的最前线了，所以应招而来的都是些只想着跟我们一起战斗从而赚取功绩的人。但是呀，我们需要的是能完全管理好行李，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投入到战斗中的人才，所以跟那些对行李撒手不管擅自混进战斗中的人怎么都磨合不来。前后试用过大概6个人吧，结果就是所有人都立即不干了。最后虽然雇佣了专业的行李工，但连那个人也只做了3个月就离队了。听到这里，艾德立即一脸诧异地表示，先不说那些浑水摸鱼的傻瓜，为啥专业的行李工也会辞职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因为那个人就只是能搬行李而已啊。艾德，你除了搬运行李外，还会拼命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打扫、洗衣服、安排住宿，还会煮饭给我们吃。听到这里，艾德才想起来那个时候自己弱得要命，为了不被赶出队伍，所以拼死拼活的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此时蒂亚也继续说道，我们都把艾德那些努力误以为是常规操作，所以亚雷克西斯也对好不容易雇到的人提出了相同的要求。然而对方听完后则直接生气地回道，我的工作只是搬运行李，不包含除此以外的杂物，要是有这些需求就去雇佣专业的仆人或者打杂的人员啊。听到他这么说后，亚雷克西斯这边也吼回去说，那你就滚吧。听到这里，艾德也不禁地在心中再次吐槽道，拿我当标准那行李工不生气才怪。话音刚落，蒂亚的声音再次传入了他的耳中，他当时肯定被各种事弄得心烦意乱，没法保持冷静了吧。我们直到那时才反应过来，被我们开除的你到底有多么重要。然而讲到这里时，蒂亚却突然停顿了一下，并狠狠地咬住了牙齿，在沉默了片刻后才语气加重地继续说道，发生那件事之后就没人肯接我们的工作了，就在这处境最困难时，有个人主动跟我们搭了话，他说自己无论是搬运行李还是打杂都很乐意去做，于是亚雷克西斯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加入。我和刚佐也十分欢迎他，如此一来我们总算可以重新开始展开活动了。那个人工作的也很勤勉，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4人终于跨越了魔境。但当我们走出深邃的森林，抵达魔王领域时，魔王军却好似早就知道我们会到来一样，以严阵以待。虽然我们对此早有预感，也做好了觉悟和准备，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那个人却逃跑了。行李工带着我们准备好的恢复药和魔导具等所有物品，笼罩在青色的光芒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蒂亚的一番话语让艾德十分的吃惊。勇者队伍在穿越魔境抵达魔王领域的同时，不仅遭到了埋伏，而且队伍里的行李工竟然还带着大家的恢复药以及魔导具，消失在了青色的光芒下。你说光吗？难道说是转移结晶吗？对此蒂亚表示了肯定，是的，为了在紧急关头能撤回王都，我们准备了所有人的结晶，那个只要碎开就会自动使用，对吧？如果在战斗中不小心碰碎了会很麻烦，所以就统一交给了那个人保管。听到这里，艾德立即愤怒地喊道，搞什么鬼啊？害怕的自己一个人跑了吗？不对，那个家伙既然能跟勇者一起穿越魔境，是到如今会临阵脱逃吗？还是说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行李，所以才趁机背叛，为了能在勇者队伍正好一筹莫展时混进来而一直等待时机？想到这里，艾德似乎已经猜出了答案，这也让他陷入了沉默。而此时一旁的蒂亚则继续说道，不知道，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然而就在我们与魔族战斗的难舍难分时，背后的魔镜中却突然冒出了大批魔兽，
遭到夹击的我们很快便陷入了颓势，离团灭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不过其实为了避免这种最糟糕的局面，在亚雷克西斯铠甲的心脏位置还藏着一枚转移结晶，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至少要让勇者绝对生还，这也是为了不让世界失去希望。只要勇者还在，那么人们便有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所以去吧，你是神明选出来的勇者，也是大国的王子殿下，更是我们下定决心要跟随到底的人。在做完最后的道别后，蒂亚便打算舍身为勇者争取到转移的时间。但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亚雷克西斯却将结晶交到了他的手上。抱歉，蒂亚，抛弃同伴自己苟活于世，勇者不可以这么丢人现眼的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亚雷克西斯也捏碎了转移结晶。下一秒，蒂亚的眼前便被那青色的光芒所覆盖。虽然他极力想要摆脱转移的术士，但却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队友从自己的眼前逐渐消失。亚雷克西斯的表情，蒂亚至今难忘，以及他的那一句“活下去”。讲到这里，蒂亚早已哭成了泪人。而一旁的艾德也面露悲伤，呆呆地站在了原地。在最后的最后，他没有选择勇者的使命，而是选择了尊严吗？会这么坦荡的大错特错，还真是你一贯的作风。但是啊，亚雷克西斯，无法抛弃同伴苟活于世间的，并不只有你啊！艾德很难想象，蒂亚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在这10年间独自一人，到底默默地承受了多少内心的煎熬。艾德很难想象，蒂亚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在这10年间独自一人，到底默默承受了多少内心的煎熬。依附在艾德身上一段时间后，蒂亚才终于冷静了下来。但在感谢完艾德后，他却又陷入了沉默。看着蒂亚那落寞的背影，艾德的内心一时间有些五味杂陈。就在他还在那思考该如何安慰对方时，蒂亚缓缓地说道：“之后我被传送到了罗德兰城里的秘密房间，在发现转移回来的并不是勇者后，众人也立即质问我，王子怎么了？为什么会是你在这里？难道是抢了亚雷克西斯大人的转移结晶自己逃回来了吗？”就在我沉浸在悲伤之中，大脑一片空白时，一个声音将我拖回了现实。露娜莉蒂亚，说吧，皇儿他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我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在听完后，国王虽然非常悲伤，但并没有难为我，而是让我到边境地区隐姓埋名的生活。勇者队伍就当作是越过魔境后全军覆没了。听到这里，艾德也立即露出了一脸诧异的表情，不过很快他便冷静了下来。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这确实是很妥当的判断。在世界的未来与同伴性命的选择上，勇者选择了后者，这种觉悟确实很像他，但作为勇者来说却是完全错误的判断，绝对会遭到千夫所指，更不用说让他做到这种地步也要拯救的，仅仅只是个可以替换的同伴，选择尊重儿子最后的意志吗？国王他……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感慨时，蒂娜继续说道：“也正因为这样，我没法参加之后的3次魔镜远征军。”听到这里，艾德也不禁地重复了一遍：“远征军吗？”这让蒂亚立即一脸问号了起来，连这些都不知道吗？你这是跑到了多偏远的国家生活去了？为了救出亚雷克西斯，联合国军曾派遣了3次军队，即使明知军队越不过魔镜，但在没有了勇者的当下，大家也只能孤注一掷，而3次远征最终也全都以失败而告终。话说回来，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住在这里啊。艾德，你是怎么找到这的？听到这里，艾德只能急忙打哈哈地说道：“其实我最近得到了一个寻人的魔导具，然后就想着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了。但使用后才发现亚雷克西斯和刚佐都没了反应。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个沧桑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这样啊，那亚雷克西斯他们果然都……”听到这里，艾德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表示抱歉。而蒂亚则回道：“没事了，应该说悬着心总算是放下了。我也该接受现实了，跟那样的大军战斗，不可能生还的。”听到这里，艾德也回过了头来，并打算安慰蒂亚，但是没成想对方却抢先一步喊道：“好了，怎么样，可爱吧？”只见蒂亚不仅将艾德破损的外套缝补好了，而且还在上面加上了花朵作为装饰。看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回道：“确实可爱。”然而话音刚落，整个房间突然开始剧烈摇晃了起来，不过很快便停了下来。为了搞清楚震动的原因，艾德在嘱咐完蒂亚待在房里不要出来后，便独自一人冲出了树屋。然而当他来到外面后，却惊讶地发现树屋外竟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头硕大的魔物，这也让艾德不禁地诧异道：“为什么夏吉龙会出现在这里啊？”眼前的一幕让艾德十分的诧异，为什么夏吉龙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从山上离群跑来的吗？真是十分罕见啊！而此时蒂亚也担心地跟了出来：“艾德，你怎么一个人跑外面来了？”听到这里，艾德则一脸淡定地回道：“什么怎么不救？”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蒂亚便对其呵斥道：“快点回家里去，没事的，我来对付那条龙。”然而话音刚落下，吉龙便好似被这句话激怒了一般，竟对着两人发射出了龙之吐息。刹那间，那滚烫无比的烈焰便像脱缰的野马一般扑向了两人。看到这里，艾德则是轻蔑一笑：“不用担心，对现在的我来说，解决这只畜生简直易如反掌。”然而就在他准备出招时，蒂亚却突然抓住了他的衣领，一把将其拽到了身后。与此同时，夏吉龙的吐息也正中了两人的位置，并迸发出了响彻天际的轰鸣声。不过待硝烟散去之后，两人却毫发无伤。
看到这里，艾德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水之璧吗？”而此时蒂亚也缓缓的说道：“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死掉了，艾德由我来保护。”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的耳边也响起了蒂亚的吟唱：“念之疾风，蕴藏翠绿的银月之刃，凝结纯色之光，令其沉落的三方六对精灵之语啊，集结缠绕幻惑曼舞吧，在露娜莉蒂亚之名下显现吧。”三刃激烈，伴随着吟唱的结束，三道锋利无比的锋刃也出现在了蒂亚的前方，并毫不费力地将下级龙一分为三。如此夸张的威力，直接给艾德看傻了眼，这也让他立即一脸兴奋地喊道：“哇塞，一击就搞定了，太厉害了吧，蒂亚！这锋利度不得了啊！我离开后的这几年，你到底变强到了什么境界了？别说龙鳞了，连骨头断面都这么平整。”就在他还在那里自嗨时，蒂亚却突然叫了一声他的名字：“艾德，求你了，快点逃离这里吧！”此时艾德才注意到蒂亚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对，看到这里，于是他急忙转过了身来，并询问蒂亚这是怎么了。而通过对方的手掌，艾德发现蒂亚的全身正在发抖，而且还虚弱地喘着粗气。话说你的手还有逃离是什么意思？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本来打算耍帅给你看的，但好像有点逞强过头了，已经没事了。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艾德还是有些担心，怎么看都是精疲力尽的样子啊。对于这一点，蒂亚则矢口否认：“不，这个可能是太久没有战斗的关系，在艾德面前耍帅了一下，嘿嘿，厉害吧？”听到这里，艾德只能一脸无语地回道：“不知该说你什么好，算了，知道你厉害了，快去休息一下吧。”知道了，你还是老样子，那么爱操心啊！呸！看他还知道跟自己开玩笑，艾德也放心了不少。不管怎么说，蒂亚曾经也是勇者队伍里的成员，应该没问题的。不过刚才要我逃走是什么意思啊？算了，总之先把这个家伙收拾干净再想吧。直接放到彷徨者的宝物库里也不是不行，但那样会腐烂，要我看还是解体成肉吧。然而就在此时，蒂亚的卧室内却突然传来了咚隆的响声。听到这里，艾德则走到了房门前，并叫了一声蒂亚的名字，看对方竟没有回应，以为是没有听见，于是他便走到卧室的下方，再次呼叫起了蒂亚。然而这次上方却依然没有任何回应，这让艾德瞬间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在表示完我要上去了后，艾德也小心翼翼地爬上了楼梯。然而当他到达上方卧室后，却惊讶地发现蒂亚竟倒在了不远处的地面上。眼前的一幕让艾德惊慌不已，他没想到刚才还在跟自己开玩笑的蒂亚，此时竟倒在了不远处的地面上。看到这里，艾德急忙冲上了前去，并询问蒂亚怎么了，为什么会突然倒下啊？但是此时蒂亚已虚弱到几乎说不出话来。为了搞清楚原因，艾德只能小心翼翼地将他翻过了身来。然而下一秒，他便两眼呆滞地喃喃自语道：“这是什么啊？”只见此时蒂亚那原本洁白无瑕的皮肤竟布满了黑斑，而且这些黑斑正在从他的心脏位置向全身蔓延，从脖子到手腕，从腰部到脚部，简直就像是尸斑一样。蒂亚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他还在为此而不知所措时，蒂亚那虚弱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衣服。”听到这里，艾德才注意到蒂亚的不远处有一件他之前穿的睡衣，在为其穿上后，艾德便将蒂亚抱到了床上。感觉怎么样了？稍微稳定一些了。谢谢你，艾德，我不是有意隐瞒的。跟亚雷克西斯他们一起战斗的时候，为了让大家都能活着回去，我使用了精灵的奥秘，那是将自己的生命混入魔力中，使精灵魔法的威力得到爆发性提高的做法。听到这里，艾德立即一脸担心地重复道：“把生命混入魔力中，那岂不是？”是的，为此付出的代价乃是我的寿命。听到这里，艾德再也坐不住了：“寿命？你刚才明明还很有活力的，为什么现在突然就……”然而话讲到一半，艾德便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似乎是知道对方即将要批评自己。此时蒂亚也像犯了错的孩子一般悄悄地蒙上了背。果不其然，下一秒艾德便一脸激动地喊道：“你对下级龙这种程度的魔物也消耗寿命了吗？”听到这里，蒂亚则隔着背小声地说道：“用了。我想如果不能一击解决对方，艾德就会有危险的。好了，不用为我担心，已经没关系了。”蒂亚的一番话语让艾德十分的不解，我对付下级龙这种孱弱的魔物会有危险？为什么？对了，蒂亚记忆中的我确实没那个实力。看艾德突然不讲话了，害怕他生气的蒂亚急忙说道：“本来我就已经差不多耗光了活着所需的魔力，平时是靠着这件衣服才能防止魔力的流失，穿着它便可以从树屋的身上获取到他收集而来的魔力，以此苟延残喘活到现在。但刚才换下了衣服，还用了那样的魔法，所以寿命好像已经到尽头了。”话音刚落，艾德便一脸生气地说道：“明知道是保命的东西，为什么你还要换下来啊？”听到这里，蒂亚苦笑一声：“因为能见到艾德真的太开心了，所以我也要穿得像以前那样，回到那段既温馨又充满快乐的时光。能见到艾德真的太开心了，所以我也想穿得像以前那样，回到那段既温馨又充满快乐的时光。但是我好像又搞砸了，衣服脱下后泄露出去的树屋魔力，应该都被魔兽察觉到了吧？所以那条龙会冒出来，也是因为……原来如此。结果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真是个瘟神，仅获得了一些力量就觉得自己很屌，结果搞成了这样。我大老远跑到这种地方来，不就是为了确认蒂亚他平安无事吗？但是我却
在察觉到艾德的情绪有些低落后，蒂亚也对其安慰地说道：“不要露出这种表情了。虽然作为精灵来说我活得不够长，但是我这辈子也努力活得比别人要久得多了。遇上了好的同伴，最后也还能再见到艾德一面，我已经很满足了。别说这种话啊，我们明明才刚重逢啊，接下来才算是开始啊。”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察觉到了树屋外的异常。该死的臭虫，嗅着味凑过来了吗？而此时蒂亚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并急忙向艾德说道：“你还是快点逃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拒绝。听到这里，蒂亚急忙想要劝解艾德，但是他刚一开口，艾德便抢先说道：“蒂亚，我表面上看来可能确实跟那时候没有任何不同，毕竟我的外表是真的一点没变，因为时间回溯的原因，自己的体格依旧是10年前那副弱鸡相。但是我在跟你们分开之后，我以我的做法一直努力到现在，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跨越了100年的时间，闯过了100个异世界，一直都在经历着蒂亚你无法想象的冒险，跟各种人相遇后又离别。我的内在早已跟那时候不同了，现在的我很强，所以啊，蒂亚，这次由我来保护你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独自一人走出了树屋，并蔑视着周围那数不尽的魔兽。而此时蒂亚那虚弱的声音也再次传入了他的耳中：“不行啊，艾德，没必要为我白白丢掉性命，求求你快点逃吧。”听到这里，艾德则面露微笑地回道：“没问题的，我不会再让蒂亚孤单一人了，我保证，即使是如此穷途末路的情况下，蒂亚为了我仍然想挺身而出。我到底在干什么？就算把这群魔兽一扫而空，伙伴的命还有蒂亚的寿命也都已经回不来了，这我都明白。虽然明白，即使如此，但这种结局要我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啊？无论是奇迹还是什么都好，如果能让现在的我重新回到那个时候。”伴随着艾德那怒火的持续，树屋外已然成为了一片尸山血海，聚集而来的大批高级魔兽转瞬之间便已被其尽数消灭，这让蒂亚都不禁地看傻了眼。而此时艾德似乎也突然想到了什么，不对，等等，奇迹吗？话说回来，我在神之领域获得的最后一个奖励，用那个只能使用一次的放逐技能，也许可以换来奇迹，改写这一悲惨的结局。蒂亚特意把我叫到房间来，是有什么事吗？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惊讶地发现蒂亚此时竟在换衣服。在四目相对后，房间里也立即传出了尖叫的声音。就这样，艾德也毫无意外地被当成了偷窥狂而受到了审问。我对你太失望了，没想到艾德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抱歉，我已经没办法再跟你一起旅行了。看着艾德那失落的背影，亚雷克西斯也随即询问蒂亚：“这样真的好吗？要把累赘赶走，这做法也太大费周章了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样正好。不做到这种程度，艾德肯定会继续跟着我们的。在即将与魔王军决战的当下，我已经没有能力继续保护他了。这么做肯定会被他讨厌吧？即便明知如此，但我还是希望艾德他能够活下去，见到和平的世界。伴随着回忆的结束，一个熟悉的声音也传入到了蒂亚的耳中：“打完收工，看我保护住你了吧，蒂亚。”艾德，你竟然这么强！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还行吧。被逐出勇者队伍后，我重新锻炼了一下。听到这里，蒂亚也随即回道：“这样子啊。”在犹豫了片刻后，蒂亚心事重重地叫出了艾德的名字：“或许你有办法带我到魔镜的对面去，如果可以的话，你觉得不行也完全没关系。”在察觉出蒂亚的不安后，艾德也立即回道：“你在说什么？那就这点小事啊，放心交给我吧。就算是世界的尽头，只要蒂亚你想去的话，我也能轻轻松松地带你去的。”事到如今，艾德可不会问那里有什么，因为就算不问，他也已经知道了。此时此刻，他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便是实现蒂亚的愿望。怀揣着这一目标，艾德也背上了虚弱的蒂亚，前往了魔界。虽然想要到达那里必须穿过危险无比的魔镜，但无论前面有什么都无法阻挡此时的艾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赶路后，两人也踏入了魔王的领地。看到这里，艾德立即询问蒂亚：“到这里就好了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放我下来吧，艾德。亚雷克西斯他就是在这里对我使用了转移结晶，没想到还能回来这里。这一切都是多亏了艾德，谢谢你，亚雷克西斯。刚佐你们看到了吗？是艾德，艾德把我带到这里来了。艾德他变得超强了，连让我们吃尽苦头的魔镜也只花了1晚上就穿越了。现在的艾德可能比勇者亚雷克西斯你还要强哦。艾德，你还记得吗？我们把你逐出队伍的事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蒂亚则低头说道：“我啊，可是一直都在想，我那时确实不想让弱小的艾德死去，但其实那只是我太懦弱，不能信任艾德而已吧。正是如此啊，那个我认为必须被保护的艾德便强到能保护我了。如果我没多管闲事把艾德赶走，也许大家就能一起看到了打倒魔王后迎接和平的时代，一起看到那样的光景。如果我没多管闲事把艾德赶走，也许大家就能一起看到了吧，打倒魔王后迎接和平的世界，一起看到那样的光景。”听到这里，艾德本想让他不要想那么多，但是蒂亚却抢先一步叫出了他的名字：“艾德，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来，我要是也能帮艾德你实现愿望就好了。别在意啦，我的愿望也快要实现了。”听到这里，蒂亚则握住了艾德的手，并轻声说道：“艾德对未来有什么愿望吗？”在思索了片刻后，艾德也说出了自己曾经的愿望：“我想想啊，想久违的回家看看。”是吗？
我也想看看艾德的家啊。那就来吧，我老妈肯定很欢迎你的。真的吗？肯定的。对了，还得买些土特产回去，给老爸带张弓，然后给老妈带些衣服之类的，要选好一点的才行。不过要是知道我衣锦还乡，肯定会有些笨蛋们趁机来攀亲带故，到时候也介绍给迪亚你认识吧。而且对了，有放逐技能的话，基本就可以无所不能哦。打倒魔兽，再凭借这些功绩当上贵族，这样一来，总有一天能变成一国一城之主。所以啊，讲到这里，艾德也停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迪亚已经离开了自己。明明这是他俩时隔100年后的再次相遇，明明还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跟他说，明明还想再次看见他那充满幸福的微笑，但是眼下这一切都化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泡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过去那些闪烁着金色光辉的梦想，如今在艾德的眼里已暗淡无光。他现在真正想要的东西只有一个，这也在神明你的计算之中吧？这100年间一直把我耍得团团转，那这个结局也是特意安排给我的吧？所以你他妈的才会给我这个技能吧？这次算你赢了，就如你所愿吧。我会在你的手掌上继续蹦的，所以你也得实现我的愿望，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把我的一切都拿走吧。最后的放逐技能，唯有一次的请求权。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的身上也亮起了耀眼的光辉，并好似要将他的愿望传达到神明那里一样，竟突破了天际，直达神庭。很快这道光芒便化为了无数繁星，将那漆黑的夜晚化为了白昼。就算赌上自己的一切，艾德也要誓死夺回那曾经的笑容。为了夺回那曾经的笑容，艾德也赌上了自己的一切，使出了最后的放逐技能，唯有一次的请求权。随后世间的一切也消失在了神圣的光芒之中。与此同时，一名少年也缓缓睁开了双眼，并不禁地诧异道：这里是哪啊？椅子和桌子是室内吗？不对啊，除此之外所见之处一片空白啊！我是在做梦吗？怎么可能，并不是梦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我会在这里？难道是睡着期间被拐过来了吗？又或者是我已经死了？等一下，先冷静下来，整理一下情报。今天接受的工作内容是去击退破坏田地的害兽，任务完成后去吃了顿饭，下午为了破坏他的巢穴去了附近的森林，再然后好像就没了。话说这是啥玩意啊？门吗？然而就在少年还在为此而纳闷时，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闷响，这给他差点吓了个半死。这次又是什么鬼啊？白色的书吗？在犹豫了片刻后，少年还是拿起了书籍翻阅了起来。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我被原本的世界放逐了。如果想回去，就要前往与这里连接的100个异世界，并加入勇者队伍，然后还要被每一个队伍开除，再回到这里，是这么一回事啊？这都什么跟什么？这种傻事连狗都不干。再说了，为啥达成条件是要被开除啊？而且还要跟勇者组队，我算哪根葱啊？我一个打杂佣兵配跟人家称兄道弟吗？话音刚落，少年便惊讶地发现桌子上的水晶球竟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就是这个吗？只要碰一下就能获得方便的能力，写是这么写的，但无论怎么看都非常可疑啊！我只是想回家而已啊！算了，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吧，我摸还不行吗？然而当少年将手放到水晶球上后，他便感受到了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他的脑中。原来如此，名为偶然的必然吗？能与勇者相遇的能力，你别说，这能力还挺有用的，只要靠这个。然而就在此时，少年的脑中突然浮现出了未知的记忆，这让他感到了十分的困惑。刚刚那个是谁？不对，好像在哪里见过。然而话音刚落，桌子上的水晶球竟再次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并再次与少年进行了连接。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那大量的情报，犹如洪水一般直接灌进了少年的脑子里。这是记忆吗？又或者是记录吗？谁的？什么的？等等，难道说这是我的吗？在不曾见过的世界，被不曾见过的家伙们开除，经历过10个、20个、40个、80个世界的记忆，停不下来。再继续下去的话，我的脑袋要炸了，记忆和力量会满出来，将我整个人撑爆的。然而就在少年即将承受不住时，一个声音出现在了他的脑中：不要放弃，这样一来就算是过去也能够改变。此时少年的脑中又浮现出了另外一个极陌生又令人怀念的声音：艾德，你对未来有什么愿望吗？呵呵，我的愿望吗？看样已经实现了一半了，是我赌赢了，这次总算是抢得了先机，用唯有一次的请求权所换来原本不可能存在的第101个能力，连神明都能骗过的最强放逐技能。2周目的祝福，把我在未来得到的所有记忆和能力全部打包继承给刚来到神之领域的我的身上。这个技能已经不能再用了，因为没有第2次，所以才会引发奇迹。不过1次就足够了，现在的我绝对可以办到，以最强之姿大开无双，在全部的世界中安排好被开除。第二，在我的未来里，这次会把那个狗屎一样的结局变成所有人一脸懵逼，在和平的世界里开怀畅饮这样的未来。让我们开始吧，那愉快的2周目之旅。此时在内要塞都市内的某个酒馆里，正有一名战士激动地喊道：你说不能成为同伴是什么意思？你应该很清楚吧？以我的实力足够成为战力。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听得见，所以能稍微小点声吗？很遗憾，恕我直言，以你这种程度的实力加入我们根本毫无意义。不过如果你愿意用那副健壮的身体来当搬运工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两人的争执立即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此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讲话之人竟然是勇者亚雷克西斯，方才的那位则是来应征勇者队伍的，这应该是第3位应征者了吧。然而就在众人还在为此而七嘴八舌时，突然一个不起眼的男人目光如炬地望向了勇者。虽然他藏于人群之中，但是其散发出来的犀利目光立即引起了勇者的警觉，这也让亚雷克西斯随即望向了后方，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就在亚雷克西斯以为自己多虑了时，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压喉勇者大人，您最棒的行李搬运工来了，又或者说你对最强的剑士感兴趣呢？此时亚雷克西斯才惊讶地发现他的对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人，这也让他随即询问起了对方的身份。而此时酒馆里也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了这第4位应聘者。从样貌上来看，并不是这附近的人，也不是有名的冒险者。想到这里，众人也不禁地同情起了勇者大人。对于众人的讲话，艾德并没有在意，因为他已经达到了目的，引起了勇者的兴趣。想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开口说道：初次见面，勇者大人，我的名字叫艾德，目前来说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旅行冒险者罢了。在1周目的时候，艾德在镇上偶然遇到了勇者亚雷克西斯，于是他便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卑微地祈求对方让他加入队伍。多亏了蒂亚他们的帮忙说情，才勉强当上了行李搬运工。但如今他已知晓了一切，再做出同样的事绝非上策，毕竟只是个搬行李的，连旅行的目的地都没资格插嘴。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思考时，亚雷克西斯突然开口说道：你难道想背着那么大的行李战斗吗？说大话倒是挺在行的。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艾德便抢先表示那是当然。如果我这么说的话，你会怎么想？比如说就算拖着这玩意我也能打赢勇者大人之类的。艾德感觉完全无视1周目的发展路线风险会很高，所以为了能延续以及增加话语权，于是他便想出了兼职剑士的想法。而要实现这一点，那么首先就必须让亚雷克西斯认可自己的实力。而此时对方明显已经上钩了，可以，只要你不把那件行李弄掉的话，我便答应你的请求。眼前的一幕让勇者十分的不爽，不知道哪来的小卡拉米竟然到反天罡大言不惭地表示自己就算拖着盘子也依然能打赢勇者。想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答应下了对方的请求。看勇者已经上钩，艾德也一脸得意地回道：请多关照，先手全让给你了，随时都可以放马过来。然而就在他讲话的同时，一道残影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到这里，艾德也立即掏出自己的佩剑，并在千钧一发之际抵挡下了亚雷克西斯的攻击。看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对其调侃道：好险好险，太可惜了。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冷哼一声：看来你确实有点本事，才敢如此口出狂言。但是你知道吗？凉掉的牛排。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艾德便接过了话茬：难吃对吧？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赶快投降，趁早放弃如何？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两人也再次展开了激战。艾德很清楚亚雷克西斯不可能投降，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挑战者的对决，他都必须以绝对的实力证明自己，此乃勇者被赋予的使命之一。勇者之所以必须强大，正是因为人们需要亲眼见证这个力量才能重燃希望。拥有此等力量之人必能打败魔王，所以要想加入这位勇者的队伍，除了要有顶尖的实力外，还要在万众瞩目下展现希望。如此一来的话，就算亚雷克西斯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我。没错，不仅仅只是个搬运行李的人，更是个值得托付后辈的平等同伴。想到这里，艾德也继续挑衅道：勇者大人，你那边差不多也该认真了吧？牛排可是已经渐渐凉了，是不是也该到了热血沸腾的时候了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冷漠地回道：好吧，我承认，你确实看起来多少有点本事。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亚雷克西斯也掏出了腰间的佩剑，并做出了攻击的姿势。看到这里，艾德的表情也立即严肃了起来。只见下一秒，亚雷克西斯的身形竟化为了残影，而艾德也立即做出了相同的动作。只听砰的一声，两人的武器也在神速中开始了相互的碰撞。虽然这有点出乎了亚雷克西斯的预料，不过他立即调整了心态，并再次加快了攻击的速度，但是却依然无法伤到对方分毫。而此时艾德则继续添油加醋地说道：呵呵，你引以为傲的宝剑被我防住了，很惊讶吧？不可能只有这点程度吧？勇者的权力不可能只有这点对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并回道：当然。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亚雷克西斯也切换了姿势，并双手持剑。下一秒，那凶猛无比的斩击便招呼到了艾德的剑上。这次无论是力道还是威力，都要比之前高上好几个档次。看到这里，艾德也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真不愧是勇者，简直强得离谱。拜他所赐，自己佣兵时代买的便宜铁剑已几乎到了极限，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发现了一件尴尬的事，那便是他盘子里的肉掉了。就在他还在为此而大胆不妙时，突然下方亮起了耀眼的光芒，那个姿势难道是……而此时亚雷克西斯也开口说道：既然你那么想看的话，那么就让你见识一下吧，此乃勇者的真正斩击。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亚雷克西斯也使出了自己的最强技能，
月光剑。既然你那么想看的话，那么就让你见识一下吧。此乃勇者的真正斩击——月光剑。在看见勇者亚雷克西斯竟然使出了自己的最强技能后，艾德也不禁的在心中犯嘀咕道：虽然使用不落之城壁来防御的话，很简单便能挡下这一攻击，但是那样可不行。如果想被勇者认可为真正的伙伴的话，那么就必须在不使用任何技能的情况下，仅用我那经历100年锤炼而成的自身剑术超越这个家伙。在看见艾德竟然打算正面硬刚月光剑后，亚雷克西斯也随即伸出了左手。虽然艾德已注意到了这点，但他并没有理会，而是专注于对付眼前的危机，将刀身的流动融入到斩击的轨迹中，给我闪开。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猛然发力，硬生生地改变了月光剑的攻击轨迹。在看见对方竟然化解了自己的攻击后，亚雷克西斯也不由得发出了意外的声音。与他的表情不同，此时艾德已重新回到了地上，并看着手中的断剑感慨道：总算是搞定了。然而话音刚落，周围便立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大哥哥真的好厉害啊，太帅气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能和勇者大人打得不相上下的家伙。勇者大人虽然很棒，但那个人也挺有魅力的。原来你喜欢那种类型的啊。不过话说回来，还不知道那个帅哥叫什么名字。是艾德，刚才他是这么自称的，连我这种平民都看得出来，那家伙绝对是个了不起的旷世奇才，真期待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听到这里，两人原本以为讲话的是个绝世高人，但是在看清样貌后才发现原来是城里捡破烂的。就在对方还想继续避避时，人群却再次沸腾了起来。亚雷克西斯大人朝这边来了。看到这里，艾德也立即对其吐槽道：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要不是我换成别人的话，早就凉凉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你以为我会没考虑过那种程度的事情吗？就在艾德想要继续吐槽时，突然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个无比豪迈的声音：哈哈哈，没错小子，如果是勇者全力一击的话，当然另当别论，但就那种程度的试探攻击，根本都伤不到老夫的肌肉。看到这里，艾德也下意识地喊出了刚佐大叔，但是在脱口而出后，他便立即意识到了不同，并随即改口为武僧刚佐大人。而此时对方似乎没有意识到，继续表示别看他那样，其实亚雷克西斯早就看出了你的实力，并且也做出了收手的准备，况且真正危险的时候，老夫也会立即出手保护你的。而此时反射神经比较长的刚佐才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并询问艾德：话说你连老夫的底细也知道啊？听到这里，艾德立即一脸心虚的表示：当然了，毕竟你可是被誉为世界最强的武术家兼治愈者而非常出名。听到这里，刚佐立即表示：没错，老夫的肌肉是最强的。而艾德也随即吐槽道：让治愈者担当前卫，这事是何等的荒唐啊！然而就在两人还在那里耍彪时，一个声音传入了艾德的耳中：喂，你们两人在搞什么呢？我说怎么半天不回来？亚雷克西斯，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和往常一样，不过是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庶民稍微体验了一下我的厉害而已。你这叫稍微吗？连那招都用上了。刚佐也是为什么不拦住他？听到这里，刚佐则毫无悔意地表示：这点小事有什么关系吗？而此时艾德也缓缓地回过了头来，明明是第一次听见，但是这声音却让他感到了痛彻心扉，又让他感到了无比的怀念。我记得，我全部都记得，他的声音，他的脸，他的名字，他的一切的一切。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恍惚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那个我是精灵族的精灵使露娜莉迪亚，现在正在和勇者亚雷克西斯他们一块旅行。听到这里，艾德也回过了神来，并介绍道：你好，我叫艾德，是名剑士，同时也是名行李工。然而当迪亚再次叫出了他的名字后，这重逢的喜悦也让艾德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我真的很想再次看到这个笑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给三人整不会了，其中最受打击的当属迪亚。等下，艾德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了？还是说亚雷克西斯，你究竟做了什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能别再无理取闹了马迪亚。特别的是我可是一个都没做。马非要说的话，可能是我的存在本身就非常特别吧。听到这里，迪亚也随即吐槽到：又来了，竟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而此时艾德也回过了神来，并急忙解释道：不是这样的，被赫赫有名的勇者小队的各位直呼姓名，多少让我有些感动，所以一时情绪上头不小心哭出来了。听到这里，迪亚则一脸愧疚地表示：这么说来，果然还是我的错吗？对不起，我该怎么弥补才好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么如果可以的话，能请你再叫一次我的名字吗？这句话让迪亚有些意外，再叫一遍你的名字吗？倒是没什么问题。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蒂亚也再次叫出了艾德。然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听完后眼前这名少年竟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这也让他不禁地笑出了声来，并打趣道：艾德，你真是个有趣的人啊，仅仅只是被叫出名字，没想到你会这么开心啊。就在两人还在那里交谈时，一直沉默不语的亚雷克西斯突然开口说道：妈，你想哭也是情有可原的，看看这边吧，要保护的行李是这种状况的话，可是没法成为我们的同伴的。顺着亚雷克西斯手指的方向，艾德崩溃地发现他的牛排竟不知何时被一分为二，
这也意味着他的入队考试失败了。眼前的一幕让艾德十分的崩溃，他没想到自己的牛排竟不知何时被斩成了两半，这也意味着他的入队考试失败了。听到这里，迪亚立即一脸着急地质问亚雷克西斯：“你不打算让艾德加入队伍吗？他明明强的就连亚雷克西斯你都不得不拿出实力认真与之对战。”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立即一脸心虚地表示谁认真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也不知道谁刚才就连必杀技都用了对吧？话音刚落，周围的人也纷纷附和了起来。对于这一点，亚雷克西斯则是冷哼一声：“那我倒要反问你，为什么你如此执着地想把他拉进我们的队伍？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的战斗人员已经够了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就是莫名觉得和他搭档会很合拍。对于这一点，亚雷克西斯则是一脸无语地表示：“如果是你的话，无论对方是谁都会这么觉得吧。”听到这里，迪亚立即哼了一声，并表示：“你欺负人。”随后便询问起了一旁的刚佐：“你怎么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老夫吗？老夫倒觉得选哪边都无所谓啊。”听到这里，迪亚立即一脸高兴地表示：“那么。”然而还没等他把接下来的话说出口，刚佐便抢先说道：“但是战斗力暂且不论，如果还要兼任搬运工的话，现实来说恐怕会很困难吧。但如果以搬运工作为主来考虑的话，亚雷克西斯的主张虽然难以轻易接受，但其实我也能理解。”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一脸不甘地表示：“可恶，本来还想向刚佐大人多请教一下肌肉的美妙之处的。”听到这里，刚佐瞬间不淡定了，并立即站到了迪亚那边：“这小鬼就由老夫来照看吧。”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只能一脸无语地吐槽道：“这个肌肉白痴，算了，实话实说，你的剑术确实相当不错，但是在我的面前自称最强未免也太自大了。虽然我们并不缺战斗力，但确实一直在找搬运工，所以只要你能做好这份工作，就算同时兼任其他工作我也没有意见。因此接下来是追加测试，用这些钱去将你认为必要的物资采购回来吧。如果你真的是最好的行李搬运工的话，就用实力来证明吧。”为了能顺利混入勇者队伍，艾德以保护手中之物为赌注，向勇者发起了挑战。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对战后，艾德虽然成功向世人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但是却因没能保护好手中之物而遭到了勇者亚雷克西斯的否定。不过在迪亚的死缠烂打下，最终亚雷克西斯决定再给艾德一次机会，并将一枚金币交到了他的手上，让其去购买他认为的必要物资，以此来证明他的行李工能力。看着那手中金灿灿的硬币，艾德也不禁地回想起了一周目的往事，用那笔钱买什么又该如何运走？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本事吧。听到这里，艾德也立即毕恭毕敬地回道：“放心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在目送完三人后，艾德也缓缓地张开了紧绷的手掌，并喃喃自语道：“10枚银币吗？”而此时此刻，艾德却惊讶地发现，亚雷克西斯这次竟给了他1枚金币，这也让他不禁地诧异道：“本以为他会给比一周目时的10枚银币还要少呢，没想到不仅没有，而且还变多了。这是不是也就是说我比一周目的时候更受信任了？有这么多经费的话，感觉能买不少东西啊。对了，要说2周目和1周目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那便是我原本以为自己对这一带挺熟的，但是这个镇上之前有这种地方吗？还有迪亚为什么会跟着自己？”想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开口说道：“那个迪亚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一声不满的：“哎呀，你刚才明明都直呼我的姓名了，为什么这会又突然改叫迪亚小姐了？”听到这里，艾德则是一脸心虚地表示，毕竟迪亚小姐是前辈。然而话音刚落，迪亚便好似没听见一般重复道：“迪亚，对吧？”听到这里，吓得艾德急忙连连点起了头来。那么迪亚为什么会和我在一起？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因为我有些在意，我想要知道艾德要做什么。还有你再用敬语，我可要生气了。听到这里，艾德则对其调侃道：“因为这种理由就跟着初次见面的男人，不觉得太草率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一声呵呵。确实，艾德有能和亚雷克西斯打得不相上下的强大实力，但别看我这样，其实我还蛮强的哦。而且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艾德是个好人。这句话让艾德感到了十分吃惊。什么？虽说迪亚的性格确实是善于社交、平易近人，但对于初次见面的他俩来说，无论怎么看都太亲近了。这种情况明明1周目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呢？等等，难道说迪亚也保留了记忆吗？难道说迪亚他也保留了记忆吗？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疑惑时，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酒馆内，此时刚佐正一脸严肃地开口说道：“喂，亚雷克西斯，让迪亚与他同行真的好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倒不觉得那个小鬼会搞出什么名堂。再说这可是迪亚自己希望的，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毕竟就算我开口劝他也不会听吧。真是个随心所欲的精灵啊！话说你感觉这个怎么样？”在仔细观察后，刚佐则是略带调侃地说道：“你的手艺还真是相当不错啊。”而此时店主也颤颤巍巍地走上了前来，并急忙表示：“请原谅我，勇者大人，各类用品的维修事宜均由我来负责，请您放心。”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是一脸不悦地表示：“你的意思是信不过我的修理技术吗？”不，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别在意，这是我自己决定的事，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仅此而已。话说作为初次尝试，算是相当不错了。果然我是特别的存在，就连审美都如此的特别。走吧，刚佐。果然我还是有些在意。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巷子内，
很在意吗？是的，为什么对初次见面的我做到这种程度？感觉你未免对我太好了一点。听到这里，迪亚则低下了头，并喃喃自语道：要说为什么吗？对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在沉思了片刻后，迪亚轻声回道：我们精灵要比人类活得更久，对吧？别看我这样，事实上我其实已经活了100多年了。这100年的沧海桑田让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也不可避免地遗忘了很多事。但是啊，总有些回忆是无论如何都不希望遗忘的。像这样的记忆，我们精灵会将其铭刻在灵魂之中。但是当那份执念太过强烈时，即便死而复生，也会如同烙痕般永存于灵魂之上。所以我们偶尔会对初次见到的景象、初次见面的人感到莫名的怀念。方才看到艾德的脸时，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个故事。铭刻在灵魂中的记忆早已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既视感吗？但此刻的这个并不只是局限于精灵的故事吧。想到这里，艾德则转过了头来，并开口说道：蒂亚相信这个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与其说是相信，不如说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在我们成为我们之前，说不定我们曾在某处相遇，早已成为了挚友了。听到这里，艾德则露出了一缕微笑，并回道：这样啊，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可是要毫无顾虑的和蒂亚好好相处了呢。听到这里，蒂亚也不禁的笑出了声来，并表示那是什么？好吧，尽管放马过来吧。人类是否真的拥有可称之为灵魂的存在？它会不断传承、轮回、转生吗？这一点终究无从知晓。但此时此刻的艾德正是从那名为未来的过去中继承了记忆与能力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正因为别的世界的自己将其烙印于灵魂之上，所以这份记忆才能跨越时间，从那虚无中苏醒？眼前的一幕让艾德与蒂亚目瞪口呆，甚至都让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再三确认无误后，艾德也不禁的诧异道：这是什么啊？屋顶吗？不是被月光剑破坏了吗？然而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因为很在意，所以我也试着把它修好了，比想象中的还要简单呢。果然我是特别的，连品味都这么特别。那么你那边呢？听到这里，蒂亚立即一脸兴奋地说道：听我说，亚雷克西斯，艾德真的很厉害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哦，是吗？但看起来他好像并没拿行李啊。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从包里拿出了大量的包裹。这一波骚操作直接给勇者与刚佐看傻了眼。这些事听到这里，艾德则一脸淡定地表示：首先是食品，能保存3个月的食物够10天份的量，以及能保存1年的食物同样也是10天份的量。我听蒂亚说你们并不是立刻要出发，所以这次只准备了保存食品。然而话音刚落，刚佐便一脸激动地喊道：等等，比起那个，这个包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能装这么多东西？听到这里，艾德则再次一脸淡定地回道：你是说这个吗？这是在某个遗迹里发现的魔导具，它能装下比看上去还要更多的东西。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原理，但似乎只有最初捡到它的我才能使用。如果是别人拿着的话，那么它便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包。当然，刚才所说的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毕竟要想最终被勇者小队放逐的话，比起能力道具更容易糊弄过去。顺便一提，内部的机关当然是放逐技能彷徨者的宝物库，通过在包内展开出入口来实现。如此一来的话，便可以把包伪装成魔导具的样子。呵呵呵，就算是勇者也没法看穿吧。然而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嘚瑟时，亚雷克西斯突然说道：顺便问下，这个包到底能装多少东西啊？听到这里，艾德也装模作样的回道：我想大概装2-3个仓库的量都绰绰有余吧，虽然具体能装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啊。当然这也是谎话，彷徨者的宝物库其真实容量大概能装下整个世界。而此时蒂亚也站出来，并一脸得意地说道：要是能装那么多的话，足够1年份的冒险物资了呢。怎么样，艾德很厉害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一脸无语地回道：话说为什么是你在得意啊？而此时艾德也走了过来，并拿走了背包。那么接下来是这个，这是能无限生成水的魔导具哦。此乃可无限生成水的魔导具。艾德原本以为勇者与刚佐会露出与之前相同的表情，但是没成想亚雷克西斯在看完后只是淡淡的说了句：这次就先不追究这个明显比包口还大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蒂亚那件事你有跟他说过吗？对于这个问题，蒂亚则一脸无辜地表示当然了，有好好跟他解释过了。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略带失望地说道：那你应该知道我们小队的饮用水都是请蒂亚用精灵魔法变出来的吧？既然已经听说了，为什么还要特意准备这个？而此时蒂亚也附和地说道：谁知道呢？而且那个破玩意居然花了50枚银币呢。这句话让亚雷克西斯有些吃惊，你是说50枚银币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你也感觉太贵了吧？但是艾德无论如何都要买，怎么拦也拦不住。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便一脸严肃地表示：不对，这未免也太便宜了，像那种级别的魔导具最少也应该值5枚金币才对。总之先问问理由吧。听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回道：是的，只要有这个，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能生成饮用水。当然使用魔法来确保水源的确既便利又简单，但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蒂亚没出问题。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呢？比如蒂亚受伤了或者生病的话，如果连使用魔法的余力都没有的话怎么办？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与刚佐瞬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的确有这种可能，过度依赖个人确实风险很高，因为蒂亚实在是太便利了，不知不觉就放松警惕了。什么叫太便利啊？
对于蒂亚的吐槽，亚雷克西斯并没有理会，而是缓缓地站起了身来。好吧，我承认你确实挺有手腕，呵呵，怎么样，艾德很厉害吧？所以说，为什么是你在得意啊？按照约定，欢迎你加入勇者队伍。在听见亚雷克西斯已同意了艾德入队的请求后，刚佐也立即打起了艾德的主意。那个包看来连训练用的金刚石碎块也能运得动啊！放心，老夫一定会给你锻炼出最强的肌肉的。就在两人还在那里扯皮时，一旁的亚雷克西斯却在艾德带来的行李中发现了某样东西，这也让他随即开口说道：“剑你也买好了吗？说实话，我原本以为你会把大部分预算都花在剑上的，与你的实力不匹配，还真是买了把相当便宜的家伙啊。是妥协了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到下一个城市为止的过渡品罢了。这句话让亚雷克西斯有些不解，下一个城市吗？听到这里，艾德也立即回道：“是的，其实我有个提议，远征的练习以及加上我的战斗配合训练，另外听说那里还能搞到特别棒的宝贝。”看亚雷克西斯已产生了兴趣，艾德也随即露出了坏笑。毕竟是难得的2周目，领先世界半年取得那个东西，应该不过分吧？上一世我虽获得了所有，但却失去了队友，就连最后的朋友都无法守护，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生命彻底的凋零。而这一世，我发誓绝不会让这种悲剧再次上演。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便是要领先世界半年，取得那个东西。就这样，在艾德的一顿忽悠下，勇者小队的众人也前往了下一个城市。好多烟囱啊，那些全都是锻造屋吗？看起来像是会有很厉害的武器。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便吐槽道：“怎么可能有？毕竟这是一座银山啊，因此其制作的物品也主要以银质餐具为主。”这让蒂亚有些不解。艾德明明说在这里能搞到特别棒的宝物，等等，难道说是能将任何食物都变成美味的传说级餐具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是什么啊？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就这样，在穿过锻造区后，众人也终于抵达了银之旅店。在安顿好后，亚雷克西斯也开始询问艾德：“那么就请你说明一下那个所谓的计划吧。”听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回道：“这是从可靠的渠道获得的情报。这座银矿里似乎栖息着岩石蠕虫。”此话一出，三人也同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并异口同声地说道：“岩石蠕虫？是的，岩石蠕虫以矿物为食，那家伙啃食过后会留下大量的缝隙，这将会引发大规模的坍塌事故。”想到这里时，艾德也不禁地回想起了1周目的时候。从现在起3个月后，这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坍塌，导致了很多人的丧生，整个城镇都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之中，所以艾德才会提前来到这里。毕竟再过3个月，一切就都来不及了。而解决这次事件不仅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还可以得到一样宝贝。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思考时，亚雷克西斯突然说道：“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么事态可谓是极其的严峻，但为何你没有将此事上报给国家呢？若情况确实像你说的那样，骑士团应该早就被派遣过来了。”听到这里，艾德则苦笑地回道：“就算十分确定，但是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还有以银为食的岩石蠕虫，我想用我们的手亲自解决。”这句话让蒂亚与刚佐有些疑惑。就在他们还在为此而不解时，亚雷克西斯却突然想明白了艾德此行的目的。“等等，你说的宝藏难道是秘银吗？”听到这里，艾德也随即露出了一脸坏笑，这让蒂亚更加疑惑。“嘿，刚佐，岩石蠕虫和秘银之间有什么关系？”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老夫也不知道，你何不直接去问问他们？对于这一点，蒂亚则表示打断一场严肃的对话实在有点。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一脸无语地说道：“你不知道秘银是什么东西吗？”而蒂亚则立即表示：“我当然知道，魔力的传导率非常高，能容纳的量也很多，它是一种稀有金属，对吧？比如优秀的魔导具或是施加了附魔之类的武器，大多都是秘银制的，它闪闪发光，非常漂亮。”蒂亚的一番发言让亚雷克西斯更无语了，果然是不知道啊！艾德，你说明一下吧。听到这里，艾德也只能尴尬地笑了2声后，便开口说道：“蒂亚不是那样的。坦白说，所谓秘银其实指的是长期暴露在强大魔力下的银，使其原本的品质发生了质变。”听到这里，蒂亚立即表示：“我明白了，这个矿山里充满了魔力，对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很可惜，这跟岩虫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那就是附近岩石蠕虫的魔力转移过来了，算是猜对了一半吧。给你个提示吧，岩石蠕虫吃什么？矿石，对吧？那这里的矿石是什么？是银。那让银产生变异的魔力来源是什么？岩石蠕虫。而银的变质需要持续暴露在强大魔力的环境中，满足这些条件的最佳地点就是岩石蠕虫的肚子。也就是说，所谓秘银，其实就是岩石蠕虫还未消化的粪便。”此话一出，直接给蒂亚大脑整宕机了。而此时，亚雷克西斯则再次询问艾德：“你的计划是通过讨伐岩石蠕虫，从而取得秘银，这一点我已经明白了，但是要如何使用它呢？”听到这里，艾德则再次露出了一脸坏笑：“那当然是交给勇者队伍，我将用秘银为你们制作出最强的武器。”“哪里？今后要用大便制作的武器战斗吗？”这本应该是矿工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时间，但是他们却走出了矿洞并打算回家。看到这里，气的矿场老板直接破口大骂道：“
谁允许你们擅自出来的？现在就给我回矿井里干活去。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勇者大人不是发过通知了吗？难道你不知道吗？矿井今日全天禁止进入，我们会支付这段时间的工资，所以请立即离开。看到这里，矿场老板瞬间没了脾气，并抱怨道：真是的，他们到底要在里面干什么？与此同时，这洞里真有岩石蠕虫吗？不过话说回来，这里还真是相当的安静啊。对于这一点，亚雷克西斯则表示，如果他所言非虚，那么他们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大肆的进食。而此时艾德发现蒂亚一直没有说话。喂，蒂亚，难道说你还在生气吗？听到这里，蒂亚则气鼓鼓地表示，普通的秘银明明都是从矿山里正经开采出来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对不起，我只觉得那样说会更有意思一些。你欺负人，我们就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购买吗？绝对比粪便更好。对于这一点，艾德则表示，只要肯出大价钱的话，购买秘银本身这件事确实可行，但直接从岩石蠕虫身上取出又是另一回事了。这句话让蒂亚有些不解。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解释道，被岩石蠕虫的强力胃酸精炼出的银，没有任何杂质，处于非常纯粹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因变质而诞生的纯粹秘银。确实，如果用那种纯粹的秘银，可以打造出极其优秀的武器。听到这里，蒂亚则略带哭腔的反问道，那亚雷克西斯也会用的对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在说什么呢？我不是有这把圣剑吗？这句话让蒂亚直接破大防，并大呼赖皮。而此时亚雷克西斯则询问艾德，这个方向对吗？对于这一点，艾德表示了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毕竟这可是他的放逐技能寻物狂的指南针所指引的道路。听到这里，刚佐则羡慕地表示，连魔兽的巢穴都能探知，真是十分便利的魔导具啊，可惜这东西只有你小子能用。听到这里，艾德则立即一脸心虚地回道，这是和魔法包一起得到的东西。对于这一点，蒂亚十分的好奇，并询问艾德，这么厉害的东西你是从哪个遗迹里找到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秘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停下了脚步，并开口说道，就是这里了。这让蒂亚十分的疑惑，啊，你说这里吗？但是这里可是死胡同啊，难道说是这面墙壁后面有岩石蠕虫吗？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一路挖到猎物那里就行了是吧？现在正是老夫肌肉出场的时候了。听到这里，艾德立即表示，那个出场拜托你还是永远延期比较好，还有就是没有挖掘的必要。好啦，你就等着瞧吧。这句话让蒂亚再次一脸问号了起来，他要做什么？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一脚踹到了墙上，这直接把三人看傻了眼。小鬼，你在干什么呢？等一下，艾德，这样你的脚会受伤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事的，毕竟此时他并不是普通的踹击墙壁，而是使用的放逐技能圆环反响。这是一种可以将冲击力累积的放逐技能，将踢击的冲击累积、再累积。当然这一点蒂亚并不知情。为让艾德不再做傻事，于是他急忙向亚雷克西斯表示，快阻止艾德吧，这样下去艾德他会。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等一下。就在两人讲话的同时，艾德已积攒完了所有的力量，并一口气朝正面释放了出去。好了，赶紧给我出来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矿洞也开始剧烈摇晃了起来。这是地震吗？当然不是，全员战斗态势。听到这里，刚佐立即冲到了前面，并大喊道，退下，由老夫来防守。伴随这句话的结束，矿洞的墙壁也炸裂了开来，并从中冲出了一条巨大的岩石蠕虫。退下，由老夫来防御。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前方的墙壁竟轰然倒塌，并冲出了一只硕大的岩石蠕虫。不过好在刚佐早已冲到了前面，并使用蛮力暂时压制住了岩石蠕虫。就是现在动手。几乎是同一时间，艾德与亚雷克西斯分别对岩石蠕虫展开了攻击，为后方的蒂亚争取吟唱的时间。速火焰盘旋舞动，那是闪耀着赤色光芒的落日之枪，缠绕着暗淡光芒，贯穿一切的四指精灵之腕。刺穿吧，撕裂吧，燃烧吧，直到彻底的燃尽一切。一路那利蒂亚之名显现吧，熔岩枪骑兵，去吧！伴随着那最后一节吟唱的结束，一名手持烈焰的长矛骑兵也出现在了刚佐的前方，并一口气地贯穿进了岩石蠕虫的嘴里，其灼热无比的烈焰瞬间便在他的体内炸裂开来。就在众人以为已经解决掉了岩石蠕虫时，刚佐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并大喊道，还没有结束。那家伙知道回不去，打算往上逃。话音刚落，岩石蠕虫便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上面。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艾德已预判了他的预判。可惜我可没打算在这放过你。然而即使退路已被封锁，岩石蠕虫也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此时他就好似一头受伤的野兽一般，发疯似的一头撞向了上面。看到这里，众人也不禁地担心起了艾德的安危。然而作为当事人的他，此时却早已滑进了对方的嘴里，居然想在我们无法插手的地方恢复伤势，那可不行。从内侧的话，把你撕成碎片简直轻而易举。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使出了放逐技能血刀炼成。然而对此一无所知的蒂亚只能呆呆地望着岩石蠕虫的身体，并绝望地喊出了艾德的名字。直到听到刚佐表示岩石蠕虫突然停下来后，他才回过了神来，并急忙冲上了前去，大喊道，刚佐，快点去帮艾德吧。然而话音刚落，岩石蠕虫那坚硬的外壳突然从内部炸裂了开来，
与此同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也传入到了两人的耳中：“好臭啊，一股浓浓的鱼腥味。”看他安然无恙，众人也松了一口气。亚雷克西斯更是上前对其调侃道：“是自己主动送上门去被吃掉的，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虽说的确是这样，但是有臭味的东西就是臭的呀。”话音刚落，蒂亚便一把抓住了艾德，丝毫不在意他身上的臭味，并一脸着急地喊道：“艾德，你身上好多血啊，你没事吗？有没有受伤？”听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回道：“我没事，这些全都是溅上来的血。笨蛋，为什么要做那种乱来的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听到这里，艾德只能急忙解释道：“这点程度还不算乱来吧？反而要是在这里放跑他的话，说起来一周目的时候，我好像也是这样被担心的，未曾改变。果然，无论是几周目，蒂亚就是蒂亚，未曾改变。果然，无论是几周目，蒂亚还是蒂亚。”带着这感慨万千的思绪，艾德对其安抚道：“抱歉，不过没事的。我当时觉得能行，而且那个时候也确实该那么做，毕竟我可不想浪费队友们的努力。”听到这里，蒂亚则嘟嘟起了小嘴，并轻声回道：“我知道了。”为了不让蒂亚再为自己担心，艾德暗自下定决心，必须变得更强一些才行。想到这里，他也随即开口说道：“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这个。”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将怀中的宝石拿了出来。这个难道就是纯蜜银块吗？不敢相信，明明那么的美丽。不过话说回来，这只岩石蠕虫的体型那么的庞大，体内的纯蜜银块居然就只有这么点吗？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随即回道：“已经十分的大了，这么大的纯蜜银块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句话让蒂亚与刚佐瞬间不淡定了。连亚雷克西斯都是头一次见到，那他得值多少钱啊？是啊，我想差不多够买一座小城堡了吧。话说像这种级别的高级品必然不会有替换件，一旦混入杂质将无法重新锻造，所以必须找一名超一流的锻造师才行。话音刚落，他便发现刚佐与蒂亚竟还在那里财迷，这让亚雷克西斯瞬间感觉指望这两个人是指望不上了。在叹了一口气后，他便望向了艾德：“既然你的目标是纯蜜银，该如何使用想必你已经心中有数了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哎呀，这个嘛，其实我对自己的铁匠技艺也略有信心的。”这句话让勇者亚雷克西斯瞬间不淡定了，并在心中吐槽道：“这货不会是开挂了吧？怎么什么都会？”一段时间过后，众人也回到了城内，并前往了白银之家。挖塞炉子和工具都完美无缺，这里真的可以借给我吗？当然了，我们已经收到勇者大人支付的使用费了，毕竟是你们拯救了这座小镇，这份恩情即使是免费给你们使用，我都觉得不为过。那可不行，金币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的。听好，我已经按您的要求为您准备好了场所，但如果用这个做出了半成品，浪费掉材料的话，到时候你可要做好相应的觉悟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当然，看他似乎有十足的把握，亚雷克西斯也放下了心，并叫上了两人准备离开，但是却发现蒂亚仍坐在那里，认真的看着忙前忙后的艾德，并时不时的露出微笑，完全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这让亚雷克西斯有些意外，看来你还真是十分中意他，在加入考核和采购物资时也是如此。我知道你是个老好人，不过这次你是不是有点在意过头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是这样吗？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露出了一脸坏笑。一段时间过后，某处酒馆外，亚雷克西斯啊，真亏你能说出那种话，在意那个小鬼的，我看明明是你才对吧？正因如此，所以你才会听一个刚进队伍不久的小鬼的话，不惜大老远的跑到这种地方来。那个宝贝不也是托付给他了吗？通常情况下，你可不会那么信任别人。在沉默了片刻后，亚雷克西斯才缓缓回道：在和他成为伙伴之后，我便一直观察他，除了那些逼近我的剑术外，未知的魔导具以及来历不明却十分准确的情报，除此之外还有对付魔物的知识以及应对力，连我都被震惊到了。所以嘛，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在意。听到这里，刚佐则忍不住的大笑了起来。真像你啊，要是能坦率的说出来就更好了。与此同时，我知道我自己这么说有点那个啥，但铁匠的活可不是业余人士喜欢看的。呼呼呼，没关系的，我看的是艾德，不是锻造啊。我吗？不是一直都在看着吗？是没错，但我还是很想看，因为艾德你无所不能。看着那无比熟悉的面孔，艾德也不禁的回忆起了往事，那曾经的懊恼与悔恨也再次涌上了心头。没有那回事，不如说我有很多事做不到，这双手总是错过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次我不会再重蹈覆辙，在这不断循环的世界里重新改写结局，凭借我的这双手和放逐技能创造未来，改变结局。为此必须由我这双手亲自打造出足以改变命运的武器。与此同时，欢迎回来塞恩大人，勇者来了。岩石蠕虫被击败了，唉，这副身体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憋屈。看样勇者一行人准备用纯蜜银干什么？调查这件事本就是我这个侦查负责人的工作，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向魔王大人汇报这里的情况吧。眼前的一幕让魔王军侦查负责人塞恩感到了匪夷所思，为什么对方会知道他的名字？就在塞恩还在为此而百思不得其解时，对方突然开口说道：也对，现在这还是秘密对吧？抱歉，我似乎有点太超前了。沉默吗？这招对我可没用哦。
听到这里，塞恩原本还想辩解一番，但是就在此时，勇者队伍里的另外2人也赶到了现场。艾德状况怎么样？很顺利，真亏你能从那个距离击中他。这个就是一直在监视我们的魔族吗？是的，敌人的侦查是很常见的。3人的对话让塞恩简直不敢相信，难道说自己才是被监视的那一方吗？不过好在勇者并没有跟着一块来。想到这里，塞恩也随即谎称自己并不是敌人，而是魔王大人派来的使者，有话要对勇者说。你说你是使者？是的，为了彼此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艾德则打断道，勇者不会来这里的，为了腾出精彩的场地给我们，他现在正在疏散周围的居民。话说你居然说是来讨论关于未来的事，我真差点就要笑哭出来了。放弃幻想吧，因为我会再次击溃你的未来。如此杀气腾腾的艾德让蒂亚有些在意，与他的表情不同。另外一边的塞恩则是大笑了起来。你说你要把我击溃吗？区区蝼蚁真是好大的口气，明明连勇者都不是，差点被你唬住了。好好想想，该俯视你们的是我才对。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塞恩也解除了变形，露出了真身。如此庞大的身躯让蒂亚与刚佐立即警觉了起来，而艾德则一脸淡定地表示幸好让他们提前避难了。然而话音刚落，塞恩便对众人发起了攻击，只听轰隆一声，3人所在的位置也随即炸裂了开来。不过好在刚佐提前使出了念气罩，在空中制作出了一个落脚点，躲过了对方的攻击，这让塞恩更加愤怒了。无法原谅，我可是相当讨厌这副毫无美学的暴力形态，既然被你们看见了，那今天谁也别想走，我要将整个城镇全部轰飞。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塞恩的魔力也开始了急剧攀升，并逐渐汇聚于他的身前，其产生的余波甚至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颤抖，地面更是被他轰得满目疮痍。眼瞅塞恩的蓄力即将完成，艾德急忙询问一旁的刚佐，那副手甲的使用方法没问题吗？对于这一点，刚佐表示了肯定。只见他双手交叉，再次使出了念气罩。与此同时，塞恩那毁天灭地的攻击也开始朝城镇宣泄而出。然而一击过后，他却惊讶地发现，整个城镇竟然被一个大型的防御魔法保护了起来。根据他的调查，这种规模明明不可能做到。不只是他，就连蒂亚都被震惊到了。没想到艾德为刚佐打造的手甲竟然能轻易释放出需要数名高阶魔法师合力才能制作出的大型防御结界。眼前的一幕让蒂亚惊讶不已，他没想到刚佐在装备了艾德为他打造的专属武器后，竟能一个人释放出超大型的防御结界。不只是他，就连勇者亚雷克西斯看完后都不禁地称赞道，真厉害，仅凭一把武器就能获得如此大的强化。艾德，你究竟是？还有那把武器的能力是？刚佐大人，这是给你的手甲吗？没错，通过在拳头上积蓄魔力，再把拳头承载的魔力给一口气的释放出去。伴随着那回忆的结束，刚佐的拳头也犹如脱膛的炮弹一般，竟直接贯穿了那来袭的手臂。如此离谱的威力让塞恩都开始怀疑眼前之人根本不是人类。这不可能，我的手臂竟然被如此轻易的毁掉了。看到这里，蒂亚也不禁的惊讶道，哇，真的爆发了。而刚佐更是兴奋到不行，太棒了，真不错小鬼，我的肌肉终于爆发了吗？还不过瘾，再来一发吧。听到这里，塞恩想死的心都有了。勇者姑且不论，这个光头再怎么说都强过头了吧，连圣剑都没有，却能爆发出此等的威力，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这个家伙干的吗？不行，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将这个情报汇报给魔王大人。想到这里，塞恩也再次引动了天雷，不过他这次的目标竟是自己。看到这里，刚佐则诧异道，那个家伙疯了吗？竟然自爆了。而艾德则看出了端倪，不对，刚才的那个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看来是改变形态逃跑了。也正如艾德猜想的一样，塞恩为了躲避追杀，变换成了岩石蠕虫，潜入了地下。如此一来，再怎么说对方也不可能追上。然而话音刚落，大地竟开始了地动山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便被岩石拽出了地面。与此同时，一个声音也传入了他的耳中，很遗憾，艾德的眼睛是不会被蒙蔽的。蒂亚手中所持之刃正是艾德为他打造的专属武器，其能力乃是可以将精灵魔法的力量赋予到刀身上，挥舞的同时便能直接将其以斩击的形式发射出去。如此夸张的威力让刚佐都不禁的惊呼道，蒂亚，你居然能使出这样的牛逼技能。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只不过是用石头把敌人给束缚住的魔法而已，多亏了这把剑才会有如此强力的效果。就在蒂亚还在那里感叹的同时，另外一边的艾德已独自一人走到了前面。哟，塞恩，你在这之后的所作所为，我可是知道的很清楚的。那刻骨铭心的悔恨，即使死后重生，我也依然从未忘记。听到这里，塞恩则不解地表示，之后吗？你到底在说什么呢？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不用明白也行，只是我的赎罪罢了。艾德的一番讲话让塞恩十分的疑惑，眼前之人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他只能无能咆哮道，像你这种家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面对塞恩那舍命的一击，艾德并没有丝毫的慌张，只见他从容地拔出了佩剑，并不紧不慢地回复道，从那不远的未来展翅吧，银翼之剑，为罪人降下那12道天罚。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挥出了手中的利刃，
虽然只斩了一击，但是其剑气却1分12，刀刀毙命。而在斩完这一击后，只见艾德将手放于剑前，并朝后方划去。而随着他那手掌的移动，刀身上的翅膀进化为了剑鞘，直到将整个剑身全部包裹完毕，化为了一根普通的棒子。看着那已彻底失去生命的塞恩，艾德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结束了吗？”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感慨时，同伴们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艾德，你没事吧？”听到这里，他也随即回道：“是的，我没事，终于解决了。我的剑和我的手甲都还不错吧？”如此自恋的表情让蒂亚与刚佐都不禁的吐槽了起来。在近距离观察完塞恩的尸体后，蒂亚也不禁的好奇道：“真的打倒了吗？怎么从他的身上完全看不出受伤的痕迹啊？”听到这里，艾德则让他再仔细看看。而此时亚雷克西斯也走上了前来。原来如此，斩击时几乎没产生任何冲击，断面光滑的令人可怕。他恐怕都没有察觉到自己被斩击到，就已经死了。用剑的手劲和剑的质量两者缺一都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听到这里，艾德则打哈哈道：“我还差得远啊，剑也是赶时间造的。”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一脸严肃地说道：“你当我是傻子吗？艾德，我可是勇者啊，那个头衔可不是装饰。据我所知，能制作出和你制作的武器一样的工匠，在这世上一个也没有，而你却说是赶时间造的。艾德，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又隐瞒了什么？艾德，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又隐瞒了什么？”勇者亚雷克西斯的一番话语让艾德瞬间慌了神，不妙，稍微有点做过头了吗？想到这里，艾德只能一脸心虚地表示隐瞒的事情吗？就算你突然这么说。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亚雷克西斯便打断道：“那把剑和外表不同，好像不是单纯的密银棒吧？虽然完全不知道结构，但是可以自由改变厚度，而且还能形成异常锋利的刀刃。”听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回道：“是的，把一侧的密银转换成羽翼并保持形状，便可以让刀刃变得更薄更锋利，最多可以转换12枚羽翼。但是变薄到一定程度的话，稍微受到一点冲击便会碎裂。当然变形使用的并不是魔法，而是放逐技能，有样学样的真理工匠。这一点自然是不会让亚雷克西斯知道的。”想到这里，他也随即表示真不愧是勇者大人，一眼就能看穿那个。然而就在艾德以为自己已经糊弄过关时，亚雷克西斯突然开口说道：“那让我换一种提问方式吧，你作为锻造师最高的追求是什么？”我去，还可以问这种问题吗？想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回道：“是啊，我想应该是什么都能斩断的剑吧。”听完后，亚雷克西斯则意味深长地表示：“真是常见的目标啊，但是艾德，你应该有造出那种剑才对吧？”话音刚落，一旁便传来了惊讶的声音：“咦，是这样吗？亚雷克西斯，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如果说是试验品或习作的话，姑且不论，但你用的是赶时间造的这种说法，也就是说，如果条件具备的话，你便能制作出更好的剑。但是你为什么要打造那种凑合的剑呢？不打造你本命之剑的理由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不够？素材吗？设备吗？亦或者是时间？”其实艾德并不是不想，而是现阶段造出那把剑是不可能的，毕竟所需的东西全都是在之前的世界收集到的。想到这里，他也随即表示最大的问题是素材，那是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在沉默了片刻后，亚雷克西斯平淡地回道：“原来如此，总之暂且先回去吧，毕竟还要收拾残局，特别是坏掉的城墙必须尽快修理。不过对于我来说，这种事轻而易举。”听到这里，迪亚瞬间不淡定了：“稍微等一下，亚雷克西斯，墙壁的修理请务必交给我和刚佐来做。”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一脸疑惑地表示：“为什么那么拼命？”还没等他答应下来，蒂亚与刚佐便早早地跑向了城墙。总算找到脱身的机会后，艾德也急忙表示：“那我也来帮忙。”然而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便表示：“等等，有别的事要交给你，你一个人来我的房间，我有话要对你说。”这句话让艾德再次汗流浃背了起来。在露娜莉蒂亚的名下显现吧，言之手臂。伴随着那吟唱的结束，周围的碎石也迅速汇集到了一块，形成了一个硕大的手臂，与蒂亚那双小巧玲珑的嫩手遥相呼应，开始搬运起了周围那散落的巨石。看到这里，市民们也由衷地称赞道：“真不愧是勇者小队的精灵大人。”听到这里，蒂亚立即向众人表示：“实在是对不起，因为刚才的打斗使得城墙破了洞，我会马上收拾的。”对于这一点，市民们则让他不用在意，毕竟是你们保护了我们的城镇，这就够了。随后其他人也开始纷纷向蒂亚表示了感谢。看到这里，蒂亚则不好意思地回道：“我们只是做了理所应当的事情罢了。”听到这里，市民们更加兴奋了。照这样下去，就算是魔王也能在瞬间被打倒吧。真期待那一天能早点到来，我们会为你们加油的。在沉默了片刻后，蒂亚将手放到了胸前，并回道：“我们一定会让世界重归和平的。有大家的支持，魔王什么的根本不值一提。”就在众人还在为此而嗨皮时，后方突然传来了爽朗的笑声：“哈哈哈！蒂亚说的没错，在老夫的肌肉面前都是小菜一碟。”看到这里，众人也不禁地惊呼道：“扛着那么大块石头，还能如此的云淡风轻？”而此时，刚佐也继续嘚瑟道：“就算对手是魔王也是一样。”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他也将肩上的巨石平稳地放到了地面，这让众人再次惊讶无比，并感叹道：“真不愧是刚佐大人，简直是世上最可靠的肌肉化身。”
对于市民们的称赞，刚佐并没有为此而得意，反而是走到了迪亚的跟前，并开口说道：“没事的，迪亚。的确，随着我们的活跃，人们对我们的期待会越来越重。回应他们的期待，不正是作为勇者同伴的使命吗？但是啊，在老夫面前，你没有必要逞强。”听到这里，迪亚也低下了头，并轻声回了一个“嗯”，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担忧。于是刚佐继续说道：“而且随着那个小鬼的加入，现在的我们变得更强了，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打败魔王的。”听到这里，迪亚也终于不再心事重重。谢谢你，刚佐。在调整好心态后，两人也不禁的好奇起了艾德与亚雷克西斯跑哪去了。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旅馆内，红茶可以吗？因为是旅馆的赠品，味道我可不能保证。听到这里，艾德的内心那是慌的一批。不，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勇者不仅亲自给我倒了杯茶，而且还特意单独将我叫到房间里来，并且还这么客气。这个氛围好像有些似曾相识啊！按照这个趋势，自己岂不是要被放逐了吗？眼前的一幕让艾德慌的一批。他没想到勇者不仅亲自给他倒茶，而且还对他特别客气。事出反常必有妖，难道说自己开挂太明显，要被勇者踢出队伍了吗？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烦恼时，亚雷克西斯突然开口说道：“把你叫过来是想让你看看这个。”听到这里，艾德也不禁的诧异道：“这不是你的圣剑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拔出来也没关系。虽然艾德在战斗中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但实际摸到这还是头一次。真的没关系吗？为什么要让我？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艾德却突然发现了不对。而此时亚雷克西斯也继续说道：“怎么样？”对于这一点，艾德则表示该怎么说呢？真不愧是圣剑，我认为是一把好剑。哼，好剑吗？那么艾德，对你来说这把剑能称得上是一把厉害的剑吗？这个问题让艾德有些犯难。他能看出此剑是使用了数种金属和一流的锻造术打造而成的，毫无疑问可以称作是一把名剑，至少以他原本的技术是绝对做不出来。看艾德有些犹豫后，亚雷克西斯也长呼了一口气。果然你能懂吗？这并不是圣剑，而是由人手打造出的究极之剑，只不过是其模仿品而已。的确，以现在的我，如果全力使用有样学样的真理工匠的话，应该能造出相同的剑吧？那种东西不应该是真正的圣剑。想到这里，艾德也随即询问道：“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真正的圣剑呢？”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不自觉地低下了头。不知道，虽然在世界各地都派遣了调查队，但是还没收到发现真物的报告。听到这里，艾德也明白了过来。也就是说，这把剑是为了让人们觉得勇者拿着的是圣剑，才打造出来的赝品吗？对于这一点，亚雷克西斯并没有反驳。一旦让魔王知道我手拿的是赝品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去寻找真正的圣剑，并捷足先登。到时候我们将毫无胜算。虽然我一直在用剑技蒙混过关，但我能感觉到已经差不多该到这把剑的极限了。而世上没有能打造出比这把剑更好的人了。直到刚才我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如果是你的话，应该能打造出比这把剑更强力的剑吧？确实如亚雷克西斯所说的一样，如果艾德充分利用异周目的知识和技术以及放逐技能的话，应该可以打造出比现在的这把剑更强力的武器。但是那终归也是圣剑的模仿品罢了。由人类之手锻造的剑即使再强，终究也不是真正的圣剑。想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开口说道：“虽然我很高兴你能信任我，但是……”然而还没等艾德把话说完，勇者亚雷克西斯便鞠躬说道：“拜托了，艾德。”这让他一下子乱了阵脚，不知该如何是好。而此时亚雷克西斯则继续说道：“无论需要什么设备和材料，我都会为你准备好。所以啊，艾德，身为勇者的我，能请你为我打造一把剑吗？”亚雷克西斯的一番行为让艾德有些惶恐。请别这样，勇者居然向我这种人低头什么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必要时候我也是会低头的。身为勇者的我，双肩上背负着所有人的未来。因为我的失败就是人类的失败，因此我不得不继续成功，继续成为人们的希望。听到这里，艾德则随即对其质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能有那种程度的觉悟？你只是被世界给强加上的，只不过被迫背负重担，必须战斗的牺牲品罢了。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注意不到。可是你为何？”然而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便坚定地回道：“我是特别的，只要我想要，我什么都能得到。只要我希望，无论多么不讲道理的愿望都能实现。正因如此，大家向我祈愿和平的未来，我绝对要实现。所以拜托了，请借给我你的力量吧，让我继续当勇者吧。”尽管亚雷克西斯言辞恳切，但是所得到的却是那鸦雀无声的回复，这让亚雷克西斯无比的忐忑。而此时艾德也在心中喃喃自语道：“原来是这样啊！常常保持高尚和傲气，看不起他人，是因为对自己是特别的这件事相当有自觉。但是正因为特别，才会把相应的努力常常强加在自己身上，并不是因为被神选中才成为勇者，而是因为亚雷克西斯一开始就很特别，才会被神所选中。看来一直是我有眼无珠了。”想到这里，艾德也终于开口说道：“我知道了，但是我打造的伪剑并不适合勇者大人的身份。出来吧，寻物狂的指南针，为我指出方向吧，那真正圣剑的长眠之地。”虽然在亚雷克西斯面前暴露出寻物狂的指南针真正的作用，极有可能会极大的增加以后被逐出队伍的难度，但是勇者都让他见识到这种地步的觉悟了，
再不答应就不是男人了吧？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一脸震惊地询问艾德：“那个不是只能探测魔物的魔导具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好意思，抱歉了。正如你所指出，我还隐瞒了很多事情。那么勇者大人，需要前往圣剑所在之处的向导吗？现在算你特价优惠哦。报酬吗？我想想，打倒魔王，让世界重归和平，这个你看怎么样？艾德会要什么样的报酬？亚雷克西斯虽然在心中想了无数种，但唯独没想到这一个。真是的，你到底要让我惊讶多少次啊？我知道了，那份报酬我一定会支付的，所以带我去圣剑那里吧。听到这里，艾德也鞠躬回道：“我接受了。那么由我来带领勇者大人。”然而还没等艾德把话说完，勇者便回道：“亚雷克西斯，我不打算把自己低头的对象当作是普通的行李工，跟刚佐和迪亚一样，你是我勇者亚雷克西斯真正的同伴，所以用名字称呼就好了。”这让艾德同样也很惊讶。我会让你成为真正的勇者的，亚雷克西斯。就这样，艾德终于成为了勇者小队真正的一员了。这是蒂亚小姐仅用1天时间修好的吗？虽然看起来也很厉害，但是因为精灵魔法的力量比以前更结实了。蒂亚大人已经要出发了吗？再迟一点也是可以的。听到这里，蒂亚也随即表示谢谢，但是非常抱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已经决定了。看蒂亚去意已决，于是市民们只能一脸不舍地表示，那么至少在出发之前，请收下我们的感激之情吧。怎么样？这可是集我们全城之力打造出来的，但还不足以表现出蒂亚大人的伟大身姿。如此社死的现场让蒂亚瞬间绷不住了。为什么只有我啊？明明刚佐和艾德当时也在啊。而一旁的亚雷克西斯则一副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表示，确实这个雕像稍微有些美中不足。制造这个的人是你吗？从脚下用七色之光照射怎么样？听到这里，蒂亚立即表示给我住手啊，这样就够了。在戏弄完蒂亚以及跟市民们道别后，勇者小队也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次他们的行动是以找到真正的圣剑为目标。不过虽说有寻物狂的指南针为他们导航，但是这个放逐技能只能知道方向，并不能显示距离，所以因此这趟旅途注定绝不轻松。艾德他们能做的也只有朝着放逐技能所指的方向笔直前进。他们有时会绕过高山，穿过密林，走过沼泽等险恶地形，也曾把某个洞穴误以为是目的地，走到最深处才发现是死胡同。但这正是艾德曾经憧憬的真正冒险。这是一周目他们无法一同看到的景色。就这样，艾德和伙伴们一起度过了3个月，最终到达了某个边境国北方尽头高山之间的浓雾森林。喂，小鬼，这不是刚才路过的地方吗？真的是这里吗？对于这一点，艾德则随即回道应该没问题。话说这迷雾竟然用精灵魔法都无法驱散。蒂亚，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听到这里，蒂亚也随即回道稍等，我正在调查。整个森林都被施加了相当强力的具有迷惑效果的精灵魔法，而且简单的解除魔法后，另一种魔法便会发动。但是怎么回事？魔力的流动很奇怪，好像是对什么起反应了。如果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这里的话，那原因或许是因为亚雷克西斯在这里吧。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与刚佐便互相交换了眼神，并随即说道：原来如此，看来这次终于是到达目的地了。而刚佐则附和道：可不能掉以轻心哦，已经有过上个月蒂亚那件事了。听到这里，蒂亚立即反驳道：因为那个洞穴不是看起来特别像吗？艾德，你看看他俩，竟然还在说那件事呢。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看来这次是真的找到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周围的迷雾竟开始渐渐散开，而此时众人才发现他们的眼前竟出现了一座气势磅礴的神殿，并且处于中心位置的祭坛上还插着一把破旧的古剑。眼前的一幕让勇者一行人震惊不已，他们没想到在那迷雾之中竟有一座神殿，而且祭坛的中心还插着一柄破旧的古剑。看到这里，艾德也随即询问亚雷克西斯那个难道是？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在隐林深处有一则清泉，其最深处勇者之力长眠于此。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派出那么多人都无法找到，必须要勇者亲自到访才会显现嘛。看亚雷克西斯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圣剑，但是却又止步不前。刚佐与蒂亚也同时看向了对方，并会心一笑。那么亚雷克西斯，你赶紧去拔出来吧，真是感动的见面啊！加油，亚雷克西斯！这几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却给了亚雷克西斯莫大的勇气。我知道了，谢谢，多亏了你，我们才终于找到了这里。听到这里，艾德也随即表示，不是约好了吗？快去拔出来吧！然而就在众人以为接下来将上演勇者拔出圣剑的桥段时，亚雷克西斯这个老六竟然表示不急，让艾德先去试试能不能拔出来。圣剑只有真正的勇者才能拔出，所以如果艾德能拔出来的话，那么说明他才是真正的勇者。听到这里，艾德也瞬间提起了兴趣。你这么说的话，那么我就勉为其难的试试看吧，毕竟机会难得。而刚佐与蒂亚也纷纷表示他们也要试试。在握紧圣剑后，艾德便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试图将其拔出，但是却发现这把破剑根本纹丝不动。如果有台座的话，应该可以将其整个放入到彷徨者的宝物库中，那样的话属实有点可怕，还是算了吧。看艾德挑战失败后，刚佐则迫不及待地表示，接下来轮到老夫了。但是在使出全力后，同样也没有撼动圣剑分毫。下一个轮到的是蒂亚，果然不出意外，还是没能拔出。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调侃道，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那么
最后是我了。终于想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抬起了手掌，并放于剑柄之上。看他并没有立即拔剑，艾德也不禁地担心道：“怎么了？看起来非常紧张啊。”这也在所难免，不过没问题的，是亚雷克西斯的话，是我的话，一定能拔出的。想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开始发力，而石中剑那稳如老狗的剑身竟有了一丝松动，这让三人十分的兴奋。动了，好厉害，开始拔出来了，能行得上吧？亚雷克西斯想一想老夫的肌肉。听到这里，气得亚雷克西斯直呼真是的，这明明是真正勇者拔出圣剑的历史性场面，你们为什么这么闹腾？然而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的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对手握圣剑的汝发问：真的是勇者吗？以一次相遇为契机，你注意到了自己并不是特别的，自己只是个少年罢了。但是在知道现实之后，你依然没有放弃以勇者为目标，是执念吗？还是乡愁？又或者仅仅只是为了追逐母亲身影的固执才继续前进的？还没等亚雷克西斯回应，场景也再次进行了转换，暴露在魔王威胁下的日子将在今天画上句号。依照神的意志，新的勇者诞生了，大家一起称赞吧。其名为勇者亚雷克西斯，常年期盼的勇者突然降临，但是那是你真正所期望的东西吗？感谢你的协助，你的魔法技术很不错，如何能暂时将你的力量借给我们吗？为了让勇者继续存在，我开始寻找同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你的脚步，这样真的好吗？迪亚，把他当成累赘给赶走是好的做法吗？这样就好，不这样的话艾德一定会跟过来，但是我们在这之后无法再保护好艾德了，我一定会被他讨厌的吧。即使这样，我也希望艾德能活下来，活着看到那和平时代的到来，确实是个稳妥的判断。以后即使同行那个男人也只会白白送死。之前的场景明明都是亚雷克西斯自己过去的记忆，但是此时此刻这幅光景他却从未经历过，这让他十分的错愕。怎么回事？你让我看到了什么？这种过去不可能存在，你让我看这种假象到底有什么目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并非假象，这是过去的可能性的未来，在你的内心中这份记忆的确是存在的，从你的手中已经掉出来了很多东西，无法成为特别的勇者，连渴望要守护普通人这份约定一个也没有实现，到最后什么都没剩下。这样的人真的是勇者吗？亚雷克西斯真的能被称为勇者这种特别的存在吗？赌上自己的一切去拯救世界才是勇者，但是你一味固执，舍弃使命，与骄傲和自大一起腐朽，在这之后便是勇者游戏的结束，人类世界的终焉。现在我再次对手握圣剑的汝发问：真的是勇者吗？在沉默了片刻后，亚雷克西斯才缓缓说道：也是啊，的确，我知道我只是被变成了勇者，终究是成不了勇者的。我并非特别的存在，而是大家特别的对待我，我只不过是顺着玩起了勇者游戏罢了。我承认我并不是真正的勇者，但是到底是谁决定了成为不了特别的人？比真正特别的人要低人一等啊！艾德让我，大家让我成为了真正的特别，那么我现在就成为能超过真正勇者的勇者给你看。即为勇者。凭借着那无比坚定的信念，亚雷克西斯也终于拔出了时钟剑，获得了勇者的传承。刹那间，万丈光芒拔地而起，逐渐汇聚于圣剑之上。随着亚雷克西斯剑锋所指，光芒也化为了无坚不摧的利刃，瞬间便贯穿了格雷姆那坚硬无比的身体。待光芒逐渐散去，只见亚雷克西斯手握圣剑屹立于废墟之上，其剑身散发出的幽淡光芒让蒂亚都不禁地称赞道：好漂亮的剑啊，简直就像是月亮一样。而此时亚雷克西斯也喃喃自语道：这就是圣剑的力量吗？有了这个的话，不对，有了这股力量和大家的协助的话，定能穿过那坚不可摧的魔镜，抵达魔王所在之处。我们的话一定能打倒魔王的。就这样，亚雷克西斯获得了圣剑的认可，成为了真正的勇者。在他的瞳孔中，悠悠的月光静静地闪烁着。在成功取得圣剑之后，勇者一行人也终于做好了决战的准备。眼下只要穿过魔镜，便可以抵达魔王所在之地。就在亚雷克西斯还在为此而思考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你该休息了，接下来换我来守夜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询问冈佐迪亚还有艾德娜，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睡着了，想必肯定是累坏了吧。然而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突然感慨地说道：冈佐能陪我走到这一步，我很感谢你。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给冈佐整不会了，突然怎么了？一点也不像你啊，事到如今还感到不安吗？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回道：没有这回事，但是做好觉悟是必要的，对吧？你们也有活出自己人生的权利。这句话让冈佐多少有些不悦，你的意思是老夫我没有那种觉悟吗？对于这一点，亚雷克西斯表示怎么会呢？只是有些人不一样，对吧？确实不能对他们两人的觉悟要求到如此地步，一旦到那个时候，老夫的肌肉会保护他们的。这原本只是他的玩笑话，但是让冈佐没想到的是，亚雷克西斯却郑重地回道：冈佐，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请笑着原谅我的任性吧。这让他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几个小时后，冈佐，交给我吧。念气罩，喂小鬼，找到猎物了吗？抱歉，还没有。可恶，再怎么说数量也太多了吧，根本没有探查的时间，实在是太碍事了。
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让艾德退向后方，周围这些魔物由他来解决，化为灰烬吧。奥秘，满月光剑。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亚雷克西斯也释放了勇者之力，转瞬之间便将方圆10里的魔物一扫而空。如此夸张的威力让艾德都不禁地称赞道：不愧是真货，好厉害啊！找到了，蒂亚准备好了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艾德也立即指向了某处并大喊道：躲起来也是没用的，在那里，那棵最高的树。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蒂亚也立即以剑刃为引幻化出了万丈雷霆，风暴射线。随着他那手指的松开，雷霆也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瞬间贯穿了藏于悬崖之上的魔兽首领。这便是让人类望而却步的魔境。此处乃是分隔人类与魔族领域的一片幽深森林，在这里栖息着许多凶恶的魔物，是前人所未曾踏足的领地。未来的我是用放逐技能把蒂亚背过来的，但那只是例外。如果正常穿越森林的严峻程度将不可估量，若不是勇者的话，想必无人能穿过这里吧。移动到这里应该就没事了吧。趁现在赶快休息吧，最近一直在吃保存的食品，好怀念艾德亲手做的菜啊。听到这里，艾德也苦笑道：哈哈哈，那么等回城后给你做最好吃的，让你吃个够。而此时刚佐也表示，虽然美味的饭菜能让人有干劲，但在这里做饭是很难的。对于这一点，蒂亚也知道，所以现在就忍忍吧。在安慰完蒂亚后，艾德也询问起了亚雷克西斯：你没事吧？用了那么强的技能应该累了吧？对于这一点，亚雷克西斯则表示自己没事的，确实控制还有点不熟练，但我很快会掌握的。谁让我是勇者呢？不愧是你。而此时蒂亚也开口说道：我原本以为要挑战魔境还要再等几年呢，但是与艾德相遇后仅仅半年，我们便到了这里，我感觉我们还会一直待在一起。听到这里，艾德则不由得低下了头。回到神之领域的条件之一，半年以上的共同活动已经达成，那么接下来就是需要被逐出队伍了。得到了真正圣剑的亚雷克西斯，作为勇者毫无疑问，现在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存在。那么我呢？确实我们在这里一起战斗，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一样。留下的大家与离开的我，这种不同怎么也无法抹平。我的脑袋里也曾闪过，或许就这样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也不错的这种想法，但是不行，绝对不能那样。光是看着这幅光景，我的灵魂就会愈发的渴望故乡。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自然的被逐出队伍。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思考时，众人的干杯声传入了他的耳中。只剩一段路便能穿越魔境了，打倒魔王。借着这个话题，艾德也闲聊道：话说打倒魔王后，大家有什么打算吗？打倒之后吗？没错，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对于这一点，蒂亚则表示亚雷克西斯应该会普通的成为国王吧。听到这里，艾德也随即调侃道：到时候是不是要给王城按上翅膀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怎么可能？刚佐的话，姑且会回东天国吧。对于这一点，刚佐则表示的确得回去报告一下，但是别担心，很快就会回来的。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立即回道：我才没担心好吧，哈哈哈，老夫懂得，别害羞。蒂亚你呢？对于这一点，蒂亚则回道：大概想在和平的时代旅游之类的吧，毕竟世界那么大，想看的想知道的多如群山，在哪里安个家或许也不错。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旅行的回忆，不是很快乐吗？艾德呢？对和平的时代有什么期望吗？在沉默了片刻后，艾德才缓缓回道：我的妈，带点伴手礼回故乡去吧，虽然是乡村，但是个好地方。这让蒂亚瞬间来了兴趣。艾德的故乡吗？我也好想去啊。听到这里，艾德只能一脸心虚的表示有机会的话。这句话直接给蒂亚整破防了，哼小气，那至少把联络方式告诉我啊，你要是偷偷的跑了，我可不会原谅你的。没错，小鬼，即使小队解散了，我们也是一同战斗过的伙伴，那份羁绊永不会消失。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不禁的吐槽道：在干什么呢？难道喝水喝醉了吗？明明什么都还没做成，真心急。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艾德便抢先说道：亚雷克西斯，绝对要打倒魔王哦，挺好的不是吗？那种幸福的未来是你们的话一定能实现的吧？当然，我没有违背与你约定的打算。听到这里，艾德则一脸欠揍的表示这是你说的哦。对于这一点，亚雷克西斯则表示事到如今怎么？然而话讲到一半，他便停了下来，因为此时艾德竟伸出了拳头，并认真的说道：约定好了，会打倒魔王的，无论需要跨越什么困难。在沉默了片刻后，亚雷克西斯也同样伸出了拳头，并认真的回道：我知道了，约定好了，我绝对会打倒魔王的。这将是我之后重复100次离别中的第一次，这次也没办法见证到最后吗？那么为了不留下后悔，我会竭尽所能以结束为目标的，相信前方还有未来。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帐篷内的刚佐顶着睡意朦胧的双眼走了出来。就在他准备随便找个角落方便时，萤火旁的一个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也让他随即开口说道：差不多该换人了，小鬼你也好好休息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蒂亚他们怎么样了？听到这里，刚佐也随即表示他们睡得正香呢。咋了？是吗？那么刚佐大人，能拜托你一件事吗？已经不会再留下后悔了，顾虑也已经彻底消散，这就是被放逐的我最后的工作，看到了，那就是魔境的终点，花了将近1个月终于到了，那么最后用这一击劈开道路吧。
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亚雷克西斯也使出了月光剑，将前方的障碍一扫而空。但是待他们冲出魔镜后，众人却立即停下了脚步。果然会是这样吗？只见魔镜外不仅埋伏着大量的魔王军，而且还切断了他们的退路。看着那无边无际的魔王军，艾德也不禁地在心中喃喃自语道：这就是一周目的时候勇者小队全灭的原因。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思考时，魔王军中突然走出了一个人。呼呼呼，欢迎欢迎，吾等已恭候多时了。勇者和他的伙伴们真不愧是勇者啊，没想到居然还真的能突破魔镜，不过拖着那疲惫的身体还能与眼前的魔王军交手呢。然而就在他们还在为此而嘚瑟时，艾德走上了前来并回怼道：喂，搞这么大阵仗的欢迎会真是干劲满满啊，想要勇者的签名就按顺序排好队，会好好在你们全部人身上刻下的。听完后对方则冷哼一声：就是你吧，其实我收到了一个奇怪的报告，据说把那位干部塞恩逼到绝境的居然不是勇者，而是个黑发的行李工。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一个魔眼也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帘里，就是他，塞恩大人的仇人。看到这里，艾德则纳闷道：不对吧，我应该没有留活口啊。哦，我知道了，是死了便会传递情报的类型吗？所以然后呢？难道我一个人留下就能放他们过去吗？听到这里，对方则大笑了起来，说什么蠢话呢？我们从那次得到的教训就是无论对待多么弱小的人，都会全力以赴。也就是说，这次魔王军动用了全部力量，为的就是确保能在这里彻底解决掉你们。听完后，勇者亚雷克西斯则冷哼一声，费了半天话，结果想要过去还是得把你们全部打倒，对吧？特意找我们确认一遍，意义何在？自作聪明的说一些空话，魔族难道连脑子都不好使吗？亚雷克西斯的一番嘲讽也彻底激怒了对方，气得他破口大骂道：看老子不宰了你们，全军出击，给我杀！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无尽的魔王军也犹如过境的蝗虫一般，铺天盖地的杀向了勇者小队。全军出击，给我杀！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魔王军也犹如洪水般杀向了4人。面对那排山倒海的军士，勇者亚雷克西斯丝毫没有惧色，只见他拔出圣剑并平淡地说道：这只是前哨战，速战速决吧。听到这里，艾德也做好了准备并回到了解，而蒂亚则表示：亚雷克西斯，你别逞强过头了，解决他们后还有魔王在等着我们呢。说的没错，这里就交给老夫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刚佐也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朝着那前方的大军猛然发力。只听砰的一声，魔王军的前锋竟纷纷被一面坚硬无比的结界弹飞了出去，其军势瞬间弱了3分。与此同时，一个空灵澄澈的声音也开始回荡于战场之上，聚集沿途以击碎巨石之上的弦乐之形，凝辉之光贯穿那无边荒野的精灵之牙，在露娜莉迪亚的名下显现吧。岩石尖刺，伴随着那吟唱的结束，周围的大地竟被那死亡的荆棘所贯穿，瞬间将结界附近的魔物一扫而空。而坐镇后方的指挥官对此并不知情，仍指挥大军前进。我们的目的只是在这里消耗勇者，不惜性命也要用自己的身体削弱敌人，给我继续前进。然而话音刚落，一个士兵便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格拉吉斯大人，敌人的防御结界太坚硬了，攻击魔法根本没有效果，还有那个精灵施展的魔法也比听说的更强，我们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听到这里，格拉吉斯才发现了不对，为什么那个光头防御的如此坚固，和之前收集的情报不一样？那个精灵也是，为什么能在连续使用此等规模的魔法下，还能做到魔力不会枯竭？这样下去可不行。想到这里，格拉吉斯也随即大喊道：出来吧，谢拉姆冈德，给我破坏掉他们的落脚点！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周围的大地也开始剧烈摇晃了起来。还没等4人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地面便突然发生了塌陷，并迅速蔓延到了几十米外，这也使得众人根本没法躲向别处。地面裂开了，可恶，是陷阱吗？竟然连同自己人一起把我们清理掉吗？再这样掉下去会很不妙的，得赶紧想办法回到地面上。然而话音刚落，下方突然传来了渗人的声音：发现你们了，勇者们！顺着声音的方向，众人猛然发现洞穴的下方竟有一头硕大的魔物。看到这里，艾德也不由得惊呼道：这是什么鬼啊？而蒂亚则一边向武器中注入魔力，一边喊道：大家抓好了，在露娜莉迪亚的名下显现吧！岩石之壁。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周围的碎石也纷纷朝他们涌来，不多时便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手臂，并在蒂亚的指挥下冲出了天坑，一把抓住了悬崖的峭壁。如此乱来的行为让艾德不禁地担心起了他的身体，对此蒂亚却表示：我没事的，去吧。就这样，在蒂亚的努力下，众人终于脱离了天坑。但是下一秒，大蛇竟也跟了出来。勇者一行人虽然借助蒂亚的魔法逃出了天坑，但是没想到洞内的大蛇竟也跟了出来，并死死地咬住了岩石之壁。不过好在蒂亚及时使用石壁抓住了对方的身体，这才没有被其吞入口中，但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感到胜券在握的大蛇也随即嘲讽道：这种程度就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吗？我要连同结界一起吞掉你们，这样就……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大蛇便突然感觉到了不对。与此同时，一个粗壮的声音也传入了他的耳中：没想到你这么大的身体还能飞，确实让我意外，但这种程度离预料之外还远着呢。大蛇没想到仅凭一人施展的结界竟然让他如鲠在喉，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他的头上竟也传来了声音，一不仅变长了，还能飞啊！这家伙看起来能利用一下，真巧，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就来一场爽快的空中之旅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将自己的武器插入了对方的头顶，其剧烈的疼痛使得大蛇根本无暇顾及口中的猎物，只能在空中痛苦地翻滚着身体。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急忙向艾德吐槽道：“位方向错了，左边，不对，稍微往上一点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也太难了吧！可恶，不行了，要坠机了！蒂亚使用风魔法保护我们。”听到这里，对方也立即照做。果不其然，下一秒大蛇便一头扎向了地面，在滑行了数米后才终于没了动静。而此时三人也从坠机中缓了过来，总算没事了吗？是的，勉强挺住了，能赶上真的太好了。听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回道：“真不愧是蒂亚，辛苦了，刚才消耗了很多魔力吧？喝了这个吧，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此时刚佐也从大蛇的嘴里爬了出来，并大笑道：“这种程度可伤不到老夫的肌肉。”听到这里，艾德则一脸无语地表示：“刚佐大人也请好好补充魔力吧。”而另外一边的亚雷克西斯则让艾德看向侧面，虽然和预定的有些不同，但终于到这里了，真正的魔族领地。环顾四周后，蒂亚谨慎地说道：“但是就这样冲进去是不可能的吧？”对此刚佐也表示了认同，虽然刚才通过大蛇飞跃到了这里，但是如果放任那支大军不管的话，会被前后夹击的，这正是蒂亚所担心的，所以绝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了。但是这个数量要如何应对？即使全力战斗也很困难啊。然而话音刚落，亚雷克西斯突然语气深重地说道：“大家听我说，我们能一同战斗至此，我非常的感谢，真的非常谢谢你们。正因如此，我才想问，前方就是死地，不能保证去了还能回来。你们和勇者的我不同，你们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在这里退出也是一种选择。我发誓，我绝不会责备的。即便如此，你们也愿意和我一起战斗到最后吗？”话音刚落，蒂亚便嘟嘟着小嘴说道：“等等，事到如今你竟然还问这种问题，不是已经决定好了要一起去的吗？”对此刚佐也表示了认同：“我的肌肉早已跃跃欲试了，即使是身为勇者的你也阻止不了。”听到这里，艾德则在心中喃喃自语道：“这样啊，我明白了，亚雷克西斯，这就是你的觉悟与自尊吧？所以一周目的时候，即便牺牲自己，你也选择了救下蒂亚，你就是这种傻家伙。但是啊，正因为你是这种家伙，我才能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你们的话，没问题的，即使我不在了，也没问题的。”想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开口说道：“抱歉，我要在这里退出了。抱歉，我要在这里退出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勇者始料未及，而蒂亚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艾德，骗人的吧？这是为了缓解气氛开的玩笑对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并不是在开玩笑哦，我是认真的。抱歉，蒂亚，我与你们的组队到此为止了。”听到这里，蒂亚则颤颤巍巍地回道：“但是我们明明一直在一起啊。”这次艾德并没有回答，而是低下了头，在心中喃喃自语道：“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要是我就这样跟着一起讨伐完魔王的话，我到底还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吗？魔王和勇者是相对存在的，那么在魔王被打倒时，勇者还是勇者吗？如果这样的话，还能满足从勇者小队被放逐这个条件吗？真正的情况只有做了才知道。万一不行的话，我岂不是再也无法回到我原来的世界了？把我的整个人生都放在赌盘上，试着钻没有明示过的狗屁神明的规则的漏洞，那种胜负现在的我没有选择，所以在这次的路途中也要被放逐。大概此刻对我们全员来说，就是未来的分歧点吧。”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思考时，一直沉默的亚雷克西斯突然开口说道：“这样啊，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冷静地做出那样的判断，你才能来到这里吧？对于勇者的我来说，只是一群不值一提的杂鱼，但数量是实打实的，像你这样的凡人也有可能会。”然而话音刚落，蒂亚便激动地反驳道：“怎么会？艾德的话。”不过还没等他说完，亚雷克西斯便打断了他的讲话：“蒂亚，这是艾德决定的事，你那天说过你想回故乡是吧？那么这就是合理的判断，所以尊重他的决断吧。”讲完后，亚雷克西斯也不免地露出了伤感的眼神，而艾德则开口说道：“谢谢你，亚雷克西斯，我正是因为想回去，就在这里，别过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转过了头去，并回道：“没什么可介意的，多亏了你现在我的手上才有了真正的圣剑，就这种程度我可以从容的应对。那么在战斗开始之前，你赶快转移走吧。”听到这里，蒂亚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刚佐的身上，希望他能帮自己挽留下艾德。这样真的好吗？我虽然知道艾德的心情，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小鬼，难道你要……”在讲完这句意义不明的话后，刚佐突然愣在了原地，无论蒂亚如何呼唤他都没有再说一句话，因为此时他的思绪早已回到了昨天晚上。刚佐大人，能拜托你一件事吗？魔王城明明已近在眼前，但是在这关键时刻，艾德竟选择了离队。为了挽留下对方，蒂亚找到了刚佐，但是对此他却默不作声，而是思绪回到了某个晚上。刚佐大人，能拜托你一件事吗？听到这里，刚佐也随即打趣道：“小鬼怎么突然用尊称了？难道说对即将到来的决战感到不安吗？”听完后，艾德则苦笑道：“怎么会？不如说我安心多了。亚雷克西斯现在拿到了真正的圣剑，那家伙此时此刻毫无疑问成为了最强的勇者。
不仅如此，现在的蒂亚也已经是无论什么敌人都能打败的强者，而刚佐大人则是在任何敌人手中都能保护大家。你们俩可以说是勇者最强的弓与盾，实在是坚如磐石。我甚至有点想同情魔王了。话音刚落，刚佐便回道：是啊，如果有一个像你一样优秀的万能职位，那就更好了。别谦虚，我们4人在一起才称得上是勇者小队。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你的话，一定走不到这里。那么那个男人想要拜托老夫的是什么事？尽管说出来吧。在苦笑了一声后，艾德也随即回道：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在突破魔境之后，我想我们可能会遭到魔王军的埋伏。听到这里，刚佐也随即表示，要是只是些华丽的胡闹就好了，但是不知道敌人这次会出动什么规模。如果看起来只是小规模部队的话，以现在老夫的实力，简简单单就能将他们踹飞。也确实如刚佐所说的一样，但是这次敌人将几乎投入所有的战力。想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回道：问题就出在如果敌人是大军的话。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也没问题的，倒不如说这是在最终决战前削减敌人战力的绝好时机。听到这里，艾德则缓缓起身并回道：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没错，但是从我们进入魔境到今天为止，一直在不停的战斗吧，别说睡觉了，就连像样的休息都不够。而像这种战斗的日子一直会持续到穿过魔境为止，显然你们的身体不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即便赢了，但疲劳还是会不断累积起来。以那种疲惫不堪的状态穿过魔境，你觉得你们还能打倒魔王吗？听完艾德的分析后，刚佐也不免地陷入了沉思。的确如此。而此时艾德也再次开口说道：刚佐大人，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把勇者，把亚雷克西斯送到魔王的面前。对于这一点，刚佐自然知道，老夫的肌肉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在长呼了一口气后，艾德也意味深长地回道：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合理判断的觉悟。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的话，请你从背后帮那家伙一把，也请从背后推我一把吧。这是请求，不对，这是拜托吗？伴随着那回忆的结束，艾德的声音也再次传入了他的耳中。刚佐大人，必要的东西都放进去了，虽然很重，但大叔你的话这种程度不成问题吧？在接过那沉甸甸的行李，短暂沉默后，刚佐一脸严肃地回道：这样啊，艾德，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吗？是的，拜托了。通过他的眼神，刚佐丝毫没有看到犹豫与胆怯，而是坚韧与不屈。那么眼下他能为艾德做的只有一件事了。想到这里，刚佐背上了行李并回道：我知道了，亚雷克西斯，蒂亚，我们走。亚雷克西斯，蒂亚，我们走。就在勇者还在为艾德的离队而失落时，突然蒂亚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刚佐那边是反方向啊，魔王军在另外一边。听到这里，勇者亚雷克西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难道说还没等他开口，艾德便独自跳下了大蛇，并朝着魔王的大军走去。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急忙想要上去阻止对方，但是却被刚佐一把拦了下来，这也让他一脸愤怒地说道：刚佐，把手放开。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勇者要去的不是那边，亚雷克西斯啊。两人的对话让蒂亚感到了一头雾水，对此亚雷克西斯并没有解释，而是继续说道：别开玩笑了，不，别小看我了，以牺牲同伴换来的前进道路，你觉得这种事称得上是合理的判断吗？听到这里，蒂亚终于听明白了两人争执的理由。难道说艾德离队是为了在这里独自一人阻挡大军吗？这种事绝对不行。然而就在蒂亚想要上前阻止时，周围却升起了结界。你这是什么意思，刚佐？为什么现在要释放防御魔法？这种做法，你觉得我会认可吗？对此艾德并没有回复，因为他知道亚雷克西斯肯定不会认可的，所以他才会在一周目的时候选择救下蒂亚，而不是身为勇者的自己。想到这里，艾德也随即开口说道：喂，你们别误会了，那家伙刚才说过吧，以魔王军的权力在这里收拾掉你们，也就是说，只要我3下5除2将那些家伙全部干掉的话，就只剩下魔王了，对吧？那种人看起来也不像会说谎的样子，而且他原本指名道姓就是我，那么由我来当他的对手才是应该的吧？而此时刚佐也再次开口说道：亚雷克西斯，你是勇者的话，你应该能明白小鬼他的觉悟吧？所有人都相信着你能打倒魔王，那么你该做的是什么？回答我。这句话让亚雷克西斯陷入了两难，而这一路以来的种种经历也开始一一在他脑中浮现。我觉得我能做到也确实是时候了，毕竟我不想让同伴的努力化为乌有，打倒魔王让世界和平，怎么样？一位固执舍弃使命与骄傲和自大一起腐朽，吾真的是勇者吗？就在亚雷克西斯还在为此而犹豫不决时，艾德突然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并做出了一个动作，这也让亚雷克西斯回想起了彼此的承诺，约定好了会打倒魔王的，无论需要跨越什么困难。这艰难的选择让亚雷克西斯痛苦万分，但是眼下他却不得不做出那最残忍的抉择。而此时艾德也再次开口说道：最后让我们划清界限吧，能把逃跑的我从勇者小队里放逐出去吗？听到这里，迪亚立即向亚雷克西斯表示不行，我绝对不会承认，拜托了，不要这样。然而得到的却是亚雷克西斯的沉默。而此时刚佐也单手抱起了蒂亚，这也让他撕心裂肺地喊道：你在干什么呢？赶紧放开我刚佐！不要，亚雷克西斯不要。然而沉默了片刻后，亚雷克西斯还是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亚雷克西斯也拔出了自己之前的佩剑。艾德，现在我以队长的名义将你从勇者小队里放逐，这把剑是借给你的，所以你一定要活下来并还给我，要不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战友。在讲完这句话后，双方也互相走向了自己的战场。不愧是勇者，谢谢你亚雷克西斯。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的脑中也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已确认达成所需条件。艾德，现在我以队长的名义将你从勇者小队里放逐，不愧是勇者，谢谢你亚雷克西斯，之后就拜托你了。刚佐大叔。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的脑中也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已确认达成所需条件，离返回还剩10分钟。听到这里，艾德也伤感地说道，抱歉迪亚，明明我是为了取回你的笑容才开始2周目的，但结果又让你哭了，我还是太不成熟了。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迪亚此时则仍在哀求刚佐，拜托了，放开我，这样下去的话艾德会死的，至少让我一个人。然而就在此时，迪亚那灵魂深处突然泛起了层层的涟漪，这也让他与之产生了共鸣。我又再次牺牲了某个人，在重要之人的保护下，只有我苟延残喘下来了。这份心情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然而就在迪亚即将崩溃时，刚佐突然大声呵斥道，适可而止吧，你想让艾德的觉悟白费吗？我明白，但是刚佐你也是这样的。就在迪亚准备指责对方时，他却突然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刚佐也继续表示他拜托我了，不是其他人，艾德是相信老夫才拜托我的。想到这里，刚佐也不禁地回想起了那天晚上，奇怪，总感觉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一种被亚雷克西斯拜托了的感觉，就像如同现实般奇怪又痛苦的梦一样。而艾德当时听完后却微笑地回道，那也已经仅仅只是永远不会再发生的梦罢了。伴随着回忆的结束，刚佐也眼含泪水地继续说道，那么不回应的话就不能称作伙伴了。与此同时，让你久等了，多亏了你勇者大人，他们才能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前进，我们要先把魔王给退治掉喽。听到这里，对方的指挥官却一脸淡定地回道，无用的挣扎，还没等勇者到达魔王的面前，我们就已经将你解决掉并追上他们了，届时等待勇者的只有无尽的绝望。然而话讲到一半，艾德便打断道，喂，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就这样过去？做好觉悟吧，此刻此地便是你们的终点。诸君做好准备了吗？迎接那名为终焉的绝望。艾德时不时会露出那种表情，初次见面的时候，打造武器的时候，就好像从家里的窗户眺望在外面玩耍的孩子的表情。没错，就好像只有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一副表情。我拼命地向他表示不是那样的，即便最后迎接的会是死亡，但是如果艾德所眺望的是更加遥远的地方的话，无视他的意愿去阻止他，我是绝对不会选择那种未来的。就在勇者一行人即将穿过关隘时，突然一个庞然巨物挡在了他们的身前，到此为止了。勇者虽然是以防万一的准备，但没想到居然会轮到我出马。你觉得你们能通过我格拉斯基尔大人所镇守的道路吗？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一边警戒一边回道，你可不是现在我们的对手。而从离开艾德后便一直沉默的迪亚突然开口说道，放我下来吧刚佐，我已经没事了。听到这里，刚佐本想阻拦，但是刚一开口，迪亚便加重语气的回道，真的已经没事了。这让他不得不放下迪亚，而亚雷克西斯也不敢说些什么。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格拉斯基尔却仍在那里作死，竟然要牺牲掉一位杂鱼随从才能勉强抵达这里，真像是你这种胆小勇者会做的。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个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引导聚集之风乃耸立于碧绿半月之塔，环绕汇聚荧光乃四季精灵之声，旋转迂回扫除敌人，在露娜莉迪亚名下显现吧，风暴使者注入吧，无灵之剑为我展开这无尽的黑暗。伴随着那吟唱的结束，蒂亚的前方竟刮起了狂暴的龙卷风，在他的面前，无论是那坚不可摧的城墙，还是魔王军干部格拉斯基尔统统被撕成了碎片。待那风眼逐渐平息过后，只见魔王引以为傲的城墙竟被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常年笼罩于这片大陆之上的乌云也被吹得烟消云散。而造成这一壮举的精灵法师此时则屹立于废墟之上，并坚定地说道，我们走吧，亚雷克西斯，去打倒魔王吧，为了抵达艾德所希望的未来，这样子就可以了吧？艾德，你说你要终结我们，面对魔王军的全部战力，就凭你一个杂鱼搬运工，还真是会盈盈狂吠。虽然魔王军的指挥官嘴上这么说，但是他能明显感觉出对方的气场突然改变了，眼前这个家伙很危险。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突然前方传来了巨大的声响，这怎么可能？关隘居然被突破了。看到这里，他也只能立即下达了增援的命令。但是下一秒，魔王军的前沿部队竟开始不断地传出哀嚎的声音，只见艾德的身影竟化为了一团血雾，所到之处遍地狼藉。这已经不能称作是战斗了，而是单方面的虐杀。虽然格拉斯基尔被秒在魔王军指挥官的预料之外，但是让他更加意外的是，眼前这个人甚至都让他开始怀疑起了人生。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对方只有一个人啊，连勇者都不是，只是一介行礼工，为什么会强到这种地步？艾德所施展的技能名为终焉的血雾契约书，
是能把他所持有的所有能力都提升至100倍的放逐技能，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会沸腾艾德的血液，使其化为雾气环绕周身，但作为代价发动开始10分钟后，艾德的心脏便会因超负荷而爆开，从而导致死亡。可恶，既然你这么会动，那我就夺走你的速度，看你还怎么蹦跶。重力，给我抹去。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漂浮在了半空，这让他不禁的诧异道，浮起来了，不只是我，看样是区域魔法吗？切，真麻烦。然而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思考对策时，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抓到你了，给我死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基加诺斯也将魔力汇聚于魔眼之上，还没等艾德做出反应，对方便已发射出了可毁天灭地的毁灭星星。因身体漂浮的原因，艾德根本没法躲闪，这也让他不得不硬接下对方的一击。只听轰的一声，大批的魔族与艾德的身影也消失在了这死亡的光线之下，其威力之大，甚至将整个关隘的大门连同地基一起毁灭殆尽。看到这里，魔王军的指挥官也不禁的大笑道，终于死了吗？明明只是个杂鱼，还真是棘手，但是终于结束了。基加诺斯，你先去追勇者他们，我要先把军团重编一下再去追他们，在此之前你先拖住勇者，等待大军。听到这里，对方立即一脸不服的表示，拖住吗？你在说什么蠢话呢？在军团瓦解的现在，你已经失去了指挥权，勇者由我来打倒你这蠢货。魔王大人的话你忘了吗？对手可是勇者啊，现在可不是搞无聊的权贵斗争的时候，眼下我们首要的任务便是彻底解决掉勇者。然而话音刚落，突然一道流星划破了夜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插入了基加诺斯的魔眼。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两人始料未及，而艾德更是手持伪圣剑，犹如杀神一般大喊道，不会让你们过去的，我说过了吧。看到这里，魔王军的指挥官也意识到了不对，但是却已为时已晚。只见艾德竟一刀将基加诺斯劈成了2半，这让指挥官十分的崩溃，你这家伙为什么还没有死？看对方竟故技重施，艾德也立即使出了放逐技能吸魔之杖，这招已经对我没用了。但是另外一个魔将竟趁机玩起了偷袭。看到这里，艾德根本不屑于闪避，只见他直接使出了不落城堡印，刚下了对方的攻击。与此同时，艾德也用手里的武器划破了自己的胳膊，并使出了血刀炼成。太弱了吧，你们实在是太弱了，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这100年间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事情，无论和谁做了什么，到头来我终究只是个过客而已。但是那就是真正的我选择的，我的生存之道，我所期望的未来。正因只有我一个人会回去，我要把所有都打包带走。悲剧的结局也好，绝望的未来也罢，在这个世界里一片也不留。伴随着那杀戮的持续，天空竟不知不觉下起了血雨，而艾德脚下的魔物则更是早已堆积成山。正如他之前所说的一样，此时此刻在魔王军的眼里，他便是终焉的化身，带来无尽绝望的死神。距离艾德返回神之领域还剩1分钟，在压倒性的蹂躏之后，魔王那数以万计的大军已所剩无几，这让魔王军的指挥官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一人就有如此之强的战力，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过不管怎样，已失去双手的你已是强弩之末。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抬起了断掉的手臂，并使出了放逐技能无需绷带的无证医生。刹那间，艾德的手臂竟开始了断臂重生，眨眼的功夫便已恢复如初。而这么做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掀起因血雨淋湿的头发。呼，完事了。看到这里，剩余的杂兵只能自欺欺人道，别怂，无论怎么看他都已经快不行了。面对魔族士兵的攻击，艾德并没有闪避，这也使得他长出的胳膊再次被一分为2。但是下一秒，其伤口的血液竟幻化成了刀刃，还没等魔族士兵反应过来，便被其一刀封喉。其他士兵还未杀到跟前，艾德的左手竟又再次恢复如初，并一把抓起了敌方的武器。只见他大手一挥，当场击杀了第2名来袭的士兵，而最后一位则趁着攻击的间隙试图发动偷袭。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艾德早已将右手伸进了彷徨者的保护库，并从中取出了伪圣剑，随后更是一刀将其一分为2。在解决完所有士兵后，艾德也将目光投向了魔族的指挥官，那么大将，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要怎么办？听到这里，对方也随即表示，我承认你很强，恐怕你是勇者小队里最强的吧，所以你才会独自留在这里。但正是这份傲慢最终会让你丧命于此，我不会让你和你的伙伴会合的，我将用我的全部生命将你留在这里，此处便是你的终点。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魔王军的指挥官也释放出了一个超大黑洞，并开始吞噬周围的一切。就在他以为自己已彻底解决掉艾德时，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我是最强，别逗我笑了。刚佐大叔无论何时都在保护着大家，他的心、身体、肌肉比任何人都要强。亚雷克西斯拥有无限的勇气，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他都会继续前进，直到打倒魔王。蒂亚的笑容鼓舞着大家，他们是最棒的，他们是最优秀的，这就是他们。和像我这样半吊子的局外人不同，所以我才会此时此刻赌上我的全部，即使我不在了，他们也能赢的。听到这里，魔王军的指挥官却哈哈大笑了起来，是我输了吗？
但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使用这么强大的力量不可能没有代价。你的生命已如风中残烛，即将于此燃尽，你再也无法追上你的同伴了。你就一个人孤独的死在这里吧，最强的败者啊！你就一个人孤独的死去吧，最强的败者啊！就这样，在他那癫狂的笑声中，艾德斩掉了魔王军指挥官格拉吉斯。至此，除魔王外，魔族几乎所有战力已被艾德一人斩杀殆尽。不过话虽如此，但受中烟血雾契约书的反噬，艾德的生命也即将走到终点。虽然回复能力也提高了，但还是很吃力啊。不过如此一来，敌人就全灭了，也就是说，我赶上了。呵呵，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小儿科，这样就没有任何敌人能阻挡亚雷克西斯他们了。再稍微坚持一下吧，我的胸膛，我已经做完我力所能及的事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不过如果是他们的话，肯定能把魔王轻松打飞吧。那么在这之后将会变成什么样呢？破碎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亚雷克西斯和大叔也会有光明的未来。至于蒂亚，他也不需要一个人躲在森林里了，在这个世界里大家都会活下去。然而就在艾德还在为此而思考时，突然一块石头映入了他的眼帘。这里难道是地形稍微有点变化，但是不会错的。这是命运吗？还是说是必然？这样啊，这里就是我的终点吗？那蒂亚，我有遵守好我们的约定吗？那天的愿望我有好好带到这里吗？没有回答或许是最好的报酬。对了，留下这个好了，我不在了之后，蒂亚他们或许会一直找我吧。想到这里，艾德也取出了自己的佩剑。与此同时，他的脑中也再次响起了声音，距离返还还剩10秒。对此他并没有在意，而是快速将武器插到了地上。这样就好了，再怎么说不留点痕迹的话就太凄凉了吧。这样他们看到这个的话，或许就明白我死在了这里，身体差不多到极限了吗？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的身体也逐渐化为了血雾。看着那不断瓦解的身体，艾德并没有露出丝毫的恐惧，反而还微笑地说道，如此一来的话，在这个世界里我想做的事就全部做完了。加油啊，亚雷克西斯，拜托了大叔，保重啊，蒂亚。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的身影也彻底消失在了光芒之中，现场只留下了他曾经的武器斜插在大地之上，刀身所映照的残余光晕仿佛在寂静中低语，他曾来过，世界传送完成。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看来是平安无事回来了，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沙风景啊，纯白的世界。那么首先是破旧的防具，转移后的羸弱身体以及能力，然后是一成不变的破剑。没问题，和一周目时一样，真是太好了。要是有什么改变那就糟了，我刚才还因为放逐技能的效果快死掉了。这里也是一样吗？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艾德也抬起了头，注视着那扇最初的门，并不自觉地笑了。这次那些家伙的话肯定能很快打倒魔王吧，买不到王子馒头确实很遗憾，等将100扇门全部通关后再享受吧。总之这件事先放一边，我回到这里的时候一直都会。然而还没等艾德把话说完，桌上的水晶便突然亮起了光芒。来了，说实话我还以为什么都得不到呢，没想到2周目也能得到啊。那么是新的技能还是将原有的技能进行升级呢？想到这里，艾德也满心期待地将手放到了水晶上，但是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怎么回事？就在他还在为此而纳闷时，忽然一个重物砸到了他的头上。你妹的，开什么玩笑啊？为什么每次都掉在我的头上啊？讨厌，我也要有个限度吧。而此时艾德的余光也扫到了掉落之物的身上，并诧异道，这次竟然不是白色的书，勇者颠末录，这就是这次放逐的报酬吗？想到这里，艾德也推开了椅子，并翻看起了书籍。亚雷克西斯的自传，不对，话说这个内容是以神的视角观察亚雷克西斯的日记吗？这也太恶趣味了吧，居然就连他穿尿布时的都有。这本书从亚雷克西斯的出生开始记录，包含了他的全部人生，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周边情报，甚至就连他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深层心理活动都记录在册。这毫无疑问是一本记录了勇者亚雷克西斯全部一生的书。话说这时候的他好急躁啊，竟然还惹大叔生气了。内容到了蒂亚加入的部分了，而此时艾德翻页的手也开始放慢了速度。有了，终于我也在书中登场了，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像在梦中遨游前进一样，以一种我不知道的视角看我所知道的世界，非常的新奇有趣。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这里，在书的外面看着大家，那么在他们的故事里我果然只是个……然而话音刚落，艾德便睁大了眼睛，只见书上赫然写着，我们其实有第4位同伴，如果没有他，我们就连挑战魔王都做不到吧，他才应该是被值得称赞的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勇者。说的太过了吧，但原来如此，亚雷克西斯他们真的打倒魔王了，这也让艾德那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然而就在此时，地面上却突然升起了某样东西，这也让艾德不禁的诧异道，这次又是什么？书架吗？想到这里，艾德也试着将那本勇者颠末录放入其中，结果发现不大不小正合适。原来如此，专用的书架吗？虽然还很空，但是你是想让我填满这些空是吧？
要是知道亚雷克西斯以外的其他勇者的动向就好了。既然叫做勇者颠末路，那么打倒魔王后的记录为什么这么少，我也能理解了。刚佐大叔多半是回国了吧？不过那个人完全不需要担心，比起他蒂亚那边让我更在意一些。他和那个时候说的一样，在世界各地旅行吗？还是说一直在找我？希望他没在做这种傻事。总之他们的话一定会好好遵守约定的。那么现在就是我的回合了。我会让剩下的99个世界全部迎来完美的结局。然而就在他准备打开下一扇门的瞬间，艾德的脑海中却不受控制地回荡起了魔族指挥官最后的话语：孤独的死去吧，最强的败者啊！想到这里，他也苦笑地自嘲道：事到如今你还在伤感什么？那种事你从一开始不就知道了吗？这是你所选择的未来，不留在任何世界，不属于任何地方，仅仅只是个过客。为了找回你的幸福，你愿意放弃其他任何东西，这就是你的。然而就在此时，艾德的身后突然闪烁起了耀眼的光芒。当他回过头后，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在勇者一行人的努力下，人类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时代。最强的勇者小队组成了，我是勇者，魔王什么的很轻松就能打倒的，那么你们就是我的伙伴了。走吧，艾德、迪亚、刚佐。听到这里，其中一名少年低下了头，并失落地抱怨道：怎么又是我演艾德啊？然而话音刚落，一个温柔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讨厌艾德吗？他可是勇者亚雷克西斯认可的最棒挚友，他可是非常帅气的哦。自打倒魔王以及艾德消失那天起，已过去了10年，世界稍微回到了从前那副和平的样子了。在此之中，诺特兰德王国我认为是最和平的吧。皇宫王座厅内，殿下要亲自传达这个消息吗？那样会更快。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处理那个问题的。我向你保证，我会和市民说明清楚的。那么下一位。听到这里，大臣也提醒国王，这是今天最后一位了。是吗？那么让我来听听你的情况吧，到底有什么诉求呢？精灵族的客人啊。听到这里，迪亚也抬起了头，并随即回道：感谢你的接见，国王大人，看到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好。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国王的时间比你想的要更珍贵，所以客套话就不必说了。那么，然而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迪亚便抢先说道：连1秒钟的时间都不能浪费，对吧，亚雷克西斯？而此时对方也站起了身，并微笑地回道：迪亚，好久不见了。然而还没等他耍完帅，便被迪亚一个飞扑抱入了怀里。亚雷克西斯，好久不见了，差不多2年左右吧，你还好吗？完全变成国王大人的样子了。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一脸无奈地表示：你先放开手，刚佐这次也没能一起来吗？是的，他说指导后辈还要再花一点时间。这样啊，这次也是乘船旅行吗？没错，只花了陆地旅行时间的1半不到。看到这里，大臣非但没有阻止迪亚的无理行为，反而还哈哈大笑道：迪亚殿下还是和往常一样自由奔放啊。听到这里，他也随即回道：霍金纳德先生，好久不见了，我和亚雷克西斯说说话不要紧吧？还没等对方开口，亚雷克西斯便表示：我应该还有个会议要开。是吗？那我等等吧。对此，霍金纳德却表示：没事的，请放心吧，我听闻迪亚殿下要来访，早已将今日预定的行程调整过了。就这样，在一番叙旧过后，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望着皇宫外那灯火通明、一片祥和的景色，迪亚也不由得露出了微笑。而此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迪亚，夜晚很冷吧？喝了这个吧。听到这里，他也随即对其表示了感谢。城镇的光就像星河一样，复兴的很好呢，不愧是亚雷克西斯。在长呼了一口气后，对方也随即回道：还远远不够，这只是一个开始罢了。不过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王都以外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但总有一天我会给所有家庭都带去光明。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我还怎么遵守和他的约定？是啊，那天终于打倒魔王的我们，用尽最后的力气赶回关隘，但是那里留下的只有无数被切碎的魔物残骸以及艾德的剑，至少要把艾德的遗体送回他的故乡。为此我花费了不知道多少年去搜寻，也许还有艾德并没有死这种可能性。就在迪亚还在为此而回忆时，亚雷克西斯突然感慨道：自那之后已经过去10年了，怎么样，差不多你也该认清现实，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吧？我想艾德也是希望你能向前看。在沉默片刻后，迪亚才缓缓说道：亚雷克西斯，你还记得我是为了什么才去的东天国吗？当然是为了研究感知灵魂的技术，对吧？那又如何？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迪亚便抢先回道：我成功了，虽然给刚佐添了很多麻烦，但是多亏了他，我终于找到了艾德所在的，不准确说是艾德灵魂所在的地方。我成功了，虽然给刚佐添了很多麻烦，但是多亏了他，我终于找到了艾德灵魂所在的地方。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不禁地惊讶道：我们寻遍了整个世界都找不到一点痕迹，难道他真的还活着吗？是的，但是我不知道去那的方法。这句话让亚雷克西斯感到了一头雾水。不知道去的方法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听到这里，迪亚也随即解释道：因为感知到的距离实在太过于遥远，甚至让我不知道艾德是在海的另外一面，还是说是在天空之上，亦或者是在世界之外。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陷入了沉默，因为他很清楚这很可能是一个他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就在他准备安慰迪亚时，对方却突然开口说道：所以啊，我就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有的吧，无论距离多远都能到达目的地的魔法。你是说转移魔法吗？但是那个……还没等亚雷克西斯说完，蒂亚便抢先回道：消耗的魔力过多而不实用吗？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点了下头。是的，即使是你也是啊，因为我是精灵，所以魔力量会多一点，但即便这样，我想也还远远不够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陷入了沉思，并喃喃自语道：必须要找到能汇聚魔力的方法，从全国不，从全世界中招募志愿者吗？如果是为了你和艾德的话，我相信人们都会支持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传送后的情况了，要是你被强制转移到了未知的地方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这也有必要提前做好准备。之后是，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蒂亚的声音突然传入了他的耳中：谢谢你，亚雷克西斯，但是抱歉啊，因为这是我的任性，所以我想靠自己去做，再给别人添麻烦的话，艾德会生气的。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亚雷克西斯很清楚这件事的难度。就在他想要再劝解一番对方时，蒂亚却微笑地回道：没事的，因为我可是拯救世界的勇者小队的一员，对吧？所以放心交给我吧。没事的，因为我可是拯救世界的勇者小队的一员，对吧？所以放心交给我吧。在与蒂亚分开后，亚雷克西斯便一直在房间里翻看古籍，直到深夜时分。看到这里，霍金纳德则走进了书房，并提醒道：殿下，差不多到休息的时间了。已经到了吗？我知道了，做完这个我就去休息。听到这里，霍金纳德则询问他这次是否要和蒂亚殿下聚餐，需要的话我立即去准备。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这次没有必要，毕竟他终于找到了通向艾德的线索，我不想去打扰他。听完后，霍金纳德则询问亚雷克西斯蒂亚殿下现在在哪里，所得到的回复则是在资料室吧。我给了他阅览的许可，想必此时他一定在专心于他的研究吧。在此期间，我也想尽我所能做点什么。话音刚落，霍金纳德便担心道：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请殿下你们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会把身体弄坏的。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哈哈大笑道：没问题的，毕竟我们终于抓住了突然消失的挚友的尾巴，怎么会放手呢？艾德也是，可别想从我手中逃走哦。与此同时，诺特兰德王国皇宫内，好厉害啊，居然有这么多最新的研究论文，真不愧是国家机关。而此时工作人员也走了进来，并表示这是你要的资料，我都汇总在这里了，如果你还需要什么请尽管告诉我。听到这里，蒂亚也立即对其表示了感谢，抱歉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事的，如果能帮上蒂亚大人的忙的话，这种程度的活我能干一整天，请加油，我会支持你的。亚雷克西斯给了我资料的阅览权，得益于此，我几乎能翻阅国家研究机关管理的所有资料，连一般情况下看不到的秘密资料也能阅览，因此我的研究进展也很顺利。我真的很幸运有这么好的朋友，我一定会做到的，绝对要找到艾德，无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哪怕是要消耗我大半的寿命。艾德所留下的银翼之剑现在也放在这个国家的宝库之中，我通过其中一枚羽翼才终于得以知道艾德的所在之地。前进一步，再往前一步，我感觉我就快到了，但是也依然如此遥远。我还以为我终于能见到你了，还不够。那艾德，为什么你要去这么遥远的地方？好想见你啊，艾德。然而就在蒂亚还在为此而伤感时，朦胧之中，他的余光扫到了某处，而某个研究资料上的标题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看到这里，蒂亚也将其拿了起来，并惊讶道：这个是利用外部魔力构建大规模魔法术士的可行性。研究者红，为什么你要去这么遥远的地方？好想见你啊，艾德。就在蒂亚还在为此而伤感时，一份研究论文映入了他的眼帘，这让他瞬间重燃了希望。次日一早，他便火急火燎地前往了亚雷克西斯所在之地。早上好，蒂亚大人，你看起来非常开心啊，是发生了什么好事了吗？话音刚落，蒂亚便心情愉悦地回道：是的。随后便径直走向了议会厅。看到这里，士兵立即慌慌张张地表示：请等下，蒂亚大人，殿下现在正在。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蒂亚便迫不及待地推开了大门。亚雷克西斯，你快看看，我找到了很厉害的东西，有这个的话，无论多么遥远，我都能抵达艾德所在的地方。然而讲到这里时，他才尴尬地发现，亚雷克西斯与大臣们此时正在开会。看到这里，他只能满脸通红地说道：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太兴奋了？哈哈哈，非常抱歉，打扰了。在说完这句话后，蒂亚立即以极快的速度跑出了房间。看到这里，大臣们也哈哈大笑道：蒂亚大人今天也很有朝气啊，难道是有什么发现吗？而此时一直在憋笑的亚雷克西斯则站起了身来，并向众人说道：会议先休息一会吧。随后便独自一人走出了房间，并发现蒂亚此时仍在不远处害羞呢。看到这里，他也随即叫出了对方的名字：蒂亚，你没有平时那么冷静啊，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听完后，蒂亚则满脸不好意思地表示：打扰到会议没事吗？抱歉啊。对了，你看这篇论文真的很厉害，是什么样的人写的？在看完研究者的名字后，亚雷克西斯也随即回道：原来是他啊，的确，他是个优秀的人才。听到这里，蒂亚立即一脸兴奋地表示：那么我想稍微借一下这篇论文。话音刚落，蒂亚便突然发现亚雷克西斯竟身着铠甲，那个样子是……听到这里，对方也立即回到：这个吗？
我一会要去视察的地方稍微有点危险，不过是我的话没什么问题的，这个你就拿去好了。原件已经被保存起来了。话说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听到这里，蒂亚立即一脸兴奋地回道：如果能应用这个理论的话，我之前放弃的方法就……然而讲到这里时，蒂亚却突然停了下来，剩下的就保密了，等我全部搞明白的时候再告诉你吧。看他不打算说，亚雷克西斯也没有继续追问。是吗？我很期待哦，交给我吧，我会轻松完成这个研究的。谢谢你，亚雷克西斯，接下来轮到我来努力了。那么马上就开始吧。亚雷克西斯也加油，做好你的国王吧，还是那么的毛毛躁躁，真像你的作风啊。而与亚雷克西斯分开后，蒂亚立即跑到了管理施救的塔楼。抱歉，能稍微打扰一下吗？我有事要和你商量。我终于找到了隐藏的捷径，虽然现在还是假说，但如果能实现的话，我便能跨越世界，或许就能抵达艾德所在之地。但是要想做成这件事，那必须要找到一个拥有浓郁魔力的环境，而在这世上符合这一条件的地方只有一个，那便是魔镜。在那里的话，一定能。在终于找到能跨越世界通往艾德所在之地的方法后，蒂亚便独自一人前往了魔镜。虽然那里仍然异常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叫上亚雷克西斯与刚佐，因为蒂亚很清楚他们两人现在都有各自要履行的义务与职责，所以他不想再麻烦他们了。毕竟这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所以必须由他自己来努力。在这10年间，蒂亚尝试过许多方法，就连这次能否成功他也不知道，但即使希望渺茫，他也绝不会放弃，因为艾德的一切都还留在他的心中，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也一定要找到艾德。为此，蒂亚走遍了魔镜的山川湖泊，记录着各地的魔力流动，不断进行着尝试，不断重复着各种失败。但即便如此，蒂亚也依然没有放弃，仍然研究着手中的论文，不断总结着错误。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日月交替后，蒂亚终于找到了一片密林，可是这里显然早已名花有主。但是无论碰到何种阻碍，他都会一往无前，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开拓出通往艾德所在之地的道路。在那无数个孤寂的夜晚，唯有与艾德相遇的回忆支撑着他那疲惫的身体，为他带去了温暖。也许是这份执着感动了上苍，蒂亚的研究终于看到了曙光。在亲手种下了那名为希望的种子后，蒂亚也停止了奔波，静待着幼苗的成长。斗转星移，季节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冬季。而此时，位于诺特兰德王国的某处码头上，水手们正在忙忙碌碌地为刚刚停靠港口的帆船搬运着行李。而这艘大船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勇者小队的一员刚佐。好久不见了，亚雷克西斯，差不多有4年左右了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回道：刚佐，你终于来了。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别在意，那个地方的净化是必须的，我也从东天国挑选并带来了不少武僧，谢谢。如果能把那块地狱的瘴气彻底净化掉的话，那么我们便能迈出建立传送门的第一步。传送门吗？没想到那种技术能在我有生之年得以实现，真不敢相信。对此，亚雷克西斯则微笑回道：都是蒂亚的功劳，发掘了很多被埋没的优秀论文。听到这里，刚佐则感慨道：原来如此。话说蒂亚他人呢？他应该3个月前就到这里了吧？确实来了，但在发现有艾德的线索后又兴奋地跑掉了。在这之前他在你那边对吧？是的，老夫仅仅是给了些建议罢了。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坐了下来，并淡淡地说道：这样啊，我希望他能多一点依靠我们就好了。的确，我们背负着各自的责任，无法像他一样自由地行动，但是我们希望见到艾德的这份心情却一点都不比他少。他明明没有必要独自挑起重担，但这又像是蒂亚会做出的事。听到这里，刚佐也随即回道：你弄错了，亚雷克西斯，蒂亚和我们一样，他只是在努力完成他的使命。正因为我们在履行我们自己的责任，他才能够毫无顾忌地去寻找那小子。伸出援手并不是帮助他的唯一方式，对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会心一笑，看来即便我成为了国王，要学的东西也依然很多。哈哈哈，人生就是这样啊。那么蒂亚现在在哪里？某个研究所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他来了后拿到之前提到的论文就跑了，真匆忙啊。我也这么觉得，但他可是那个蒂亚，当他有想法的时候，一刻也不肯停歇。听到这里，刚佐也不禁地感慨道：这么多年他还是没变啊。话说有没有更多一点情报，比如可能去的地方什么的？然而就在亚雷克西斯准备说出自己的猜测时，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两人的耳中：哎呀，你们难道是在讨论我的事吗？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表示人还真不抗念道：确实刚好在谈论你的论文，能让我稍微问你点问题吗？来者正是编写利用外部魔力构建大规模魔法术士可行性的研究者。轰！就在亚雷克西斯与刚佐还在猜测蒂亚会去哪里时，一个声音传入了两人的耳中：这不是刚佐吗？好久不见了。在看见来者竟是红后，亚雷克西斯也随即对其询问道：你知道蒂亚正拿着你的论文吧？我们想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却是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要我来教教你吗？但是你要把我的研究预算给加倍哦。听到这里，气的亚雷克西斯也随即与其大吵了起来。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严厉的声音传入了两人的耳中：够了，你们两个那么红啊，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的？而此时亚雷克西斯也不情不愿地说道：请你告诉我吧，预算的事我会考虑的。
看对方已经松口，红也随即回道行吧。但是在这之前，你们有读过那篇论文吗？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红只能一脸无奈地开始从头讲起。那篇论文的核心是利用环境里的魔力哦，简单来说就是能自由利用周边的魔力，就像能当成自己的来用一样。直到现在，组建大规模的术士还是需要多位魔法师来操作。但如果利用这个假设的话，理论上一个人就能办到同样的事，并且需要就只有魔法回路而已。只要能最低限度激活任何人都能做到这种事，所以大量的稳定魔力供给是必要的，连传送门什么的都能做出来哦。你知道这是多么伟大的发现吗？这可是能推动这个世界的魔法技术100年份发展的重大发现啊！听到这里，刚佐也佩服到，原来如此，确实很厉害，对吧，亚雷克西斯？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我已经知道了大概的意思了，但再次听到还是令人震惊。这样的话，蒂亚到底会去哪里呢？听到这里，刚佐则询问红，环境魔力的强弱会因地方不同而不同吗？当然了，魔力更浓厚的地方法术效率肯定更高啊。也就是说，看对方靠得如此近下的红立即表示你猜的没错，把魔力过于浓厚的地方筛选出来的话，总之要说效率最高的地方的话，那肯定就是一直有魔物居住的地方啊。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与刚佐瞬间猜出了蒂亚的目的地，并让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魔镜。想到这里，亚雷克西斯立即推开了房门，并径直走了出去。看到这里，红急忙追了出去。亚雷克西斯等等，这是突然怎么了？对于这一点，他并没解释，而是只是说了句抱歉，那地方的净化工作要暂时推迟了。听到这里，红则一脸不解地表示：你到底在说什么？全部都放弃掉是有什么打算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并没有，只是我突然有急事，从现在开始我要去找蒂亚了。抱歉，从现在开始我要去找蒂亚了。亚雷克西斯的一番话语让红感到了一头雾水，而此时刚佐也跟了上来，并表示现在吗？真是有够急的，有什么理由吗？当然，如果红说的没错的话，蒂亚应该已经集齐了所有手牌，如果现在再等3个月，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艾德那里。听到这里，刚佐也不禁地感慨道：真匆忙啊，不过这也像是蒂亚会做出的事。打倒魔王后的现在，其影响力也逐渐从世界中消散了。是的，以蒂亚现在的实力，想必在魔镜也不会碰到什么危险。正因如此，不赶快过去的话，他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话音刚落，红便冲到了两人的跟前，并挡下了他们。给我等等啊，你们两个完全跟不上你们的话题啊！你该不会真的打算去魔镜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表示：我明白你想说什么，必要的话我可以低头，但这次可不行，让我随心所欲一次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所以你给我讲清楚理由好吗？别在这里给我装糊涂。还没等他开口，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入了亚雷克西斯的耳中。大家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在看见是霍金纳德后，红立即告状道：你来得正好，快来好好劝劝你们家的傻瓜国王吧。随后红便将亚雷克西斯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告知了对方。在沉默了片刻后，霍金纳德才缓缓说道：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蒂亚大人或许已经把转移魔法完成了，对吧？看他还在那里不急不慢气的，红连忙表示：所以你也说点什么，你应该知道的吧？这次的计划涉及了多少人员？你现在突然说要延期，会引起多大的麻烦，你不会不清楚吧？不仅仅是你的国家，还有冬天国，而且现在成师就去魔镜也要整整6天，你打算要让我等这么长的时间吗？简直莫名其妙，让人难以置信。而此时霍金纳德也表示：陛下，我赞同红殿下的意见，但是即使这样，你也有不得不去的理由吗？是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这次我也必须要去做，目送朋友的。这次我想要亲自目送同伴的启程。这句话让红更炸毛了。什么？你这完全是私情啊！你别太小看国王了。而此时一直沉默的刚佐突然开口说道：别这样说红，他只是在索求应得的报酬罢了。这句话让红感到了一头雾水。什么报酬啊？当然是拯救世界的报酬。亚雷克西斯作为勇者履行了使命，索要报酬是他正当的权利，那么这次正是他索取的时候了。这可是实现了大家的愿望的勇者的愿望，这种程度还是可以的吧？当然老夫也会一起去，毕竟老夫我也要索要报酬。就在红想要继续反驳两人时，一旁的霍金纳德突然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我知道了，那么请好好享受休假吧，陛下。不，勇者亚雷克西斯。看霍金纳德都已经松口，无可奈何的红只能嘟嘟着小嘴，随你的便吧。而此时霍金纳德则站起了身，并开口说道：他的事就交给我吧，期待你的好消息，陛下。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露出了微笑。谢谢你，霍金纳德。那么刚佐，我们现在就出发吧。看到这里，红也随即吐槽道：所以才说男人啊，一直跟个小孩子一样。哈哈哈，确实，但是这不也挺好的吗？为了世界，为了人类一直在战斗，这样的陛下能为了朋友任性一把，同时他也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请自由地展翅翱翔吧，陛下。伴随这句话的结束，亚雷克西斯与刚佐也动身前往了魔镜。迪亚，你和刚佐以及艾德对我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同伴，但是我们未来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天的萤火即使是那么的温暖，
在察觉到火已经熄灭的时候，我们已经踏上了各自的道路，所以至少让我好好目送你的启程。为了绝不留下遗憾，伴随着那思绪的结束，两人也终于飞到了魔镜。而此时刚佐却突然大喊道：亚雷克西斯，你快看！听到这里，他也随即望向了下方，并不禁的诧异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的一幕让亚雷克西斯与刚佐不敢相信，他们没想到魔镜的生态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居然有这么多与原本植物不同的大树，很明显是人为的。那么这果然是……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回道：毫无疑问是蒂亚做的，但到底有什么用途呢？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刚佐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你快看，亚雷克西斯，那边有烟雾升起。随即两人便朝那个方向飞去，而到达目的地后，两人惊讶地发现在一片空地上竟有一个树屋。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立即跳下了施救，并迫不及待地大喊道：迪亚，你在这里吧！话音刚落，树屋内便传出了慌张的声音：亚雷克西斯吗？为什么？等一下，我马上出来。库丽娜是同伴，冷静一点。随后蒂亚也打开了房门。亚雷克西斯还有刚佐，你们怎么来了？总之先进来吧，虽然地方有点小，但还挺不错的，对吧？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表示：这个家是你建的吗？是啊，当然是用了魔法的。话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送出去的信应该才到啊。听到这里，刚佐则满脸疑惑地表示：什么信啊？这句话让蒂亚立即一脸问号了起来，而刚佐与亚雷克西斯更是一头雾水。看到这里，蒂亚则直接表示：等等，那你们到底来干啥的？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原来如此。为了准备设置传送门，刚佐才去亚雷克西斯你那边的。那个计划应该很顺利吧？毕竟那篇论文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已经亲自验证过了。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与刚佐也随即回道：果然你已经试验过了吗？从天上看到的那片森林就是你的成果吧？而此时蒂亚也一脸得意地表示：没错，很厉害吧？虽然花了点时间，但还是有头绪了。这些特殊的树能收集并储存周围的魔力，这个树屋也有同样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一个人就能完成准备。听到这里，刚佐则一脸疑惑地询问道：你说收集，那么这些树就是基点吗？没错，将储存了大量魔力的树作为基点，以根为媒介将其连接起来的话，就能形成大规模的魔法术式。一旦启动其聚集的全部魔力，就能将我传送到艾德那里去。准备已经完成了，所以我才给你们寄了信，我想要好好的做个道别。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陷入了沉默，而刚佐则是抬起了头并开口说道：你确实付出了不少努力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实行呢？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想想，要不就明天吧。此话一出，刚佐与亚雷克西斯立即一脸激动地喊道：明天实在是有点操之过急了吧？对于这一点，蒂亚则感觉，因为不是已经好好做过道别了吗？而且你们两个不是还有该做的事要做吗？所以啊，我要走了。看他终于要达成自己多年的夙愿，刚佐也没再说什么，而是在心里为他高兴。而亚雷克西斯也举手投降，实在是敌不过你啊。那么今晚让我们彻夜长谈，好好叙叙旧吧。那艾德，我马上就能见到你了。我带着很多旅行故事被他们所目送，艾德你会开心吗？还是说你会生气呢？不管如何，我只是想见到你，即使这意味着我要和此时此刻的幸福告别，即使这样，我也无论如何都想再次见到你。那迪亚，你现在还在意着他吗？这句话亚雷克西斯曾经问过迪亚，而当时的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此时此刻迪亚的心中已无任何迷茫，这也让他坚定无比地回道：是的。听到这里，亚雷克西斯则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样啊。就这样一夜过后，时间来到了魔力最浓的正午时分，而此时蒂亚也带着两人来到了一处被树枝层层保护的巨石处。看到这里，亚雷克西斯也随即开口说道：这里是艾德的剑留下的地方吗？所得到的回复则是：没错，能确认到艾德痕迹的最后地方，我觉得这里是离艾德最近的地方，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发动术式。在互相看了一眼对方后，亚雷克西斯也开口说道：蒂亚，我没有想给你的东西。这句话让蒂亚十分的好奇，要给我什么？在一番故弄玄虚后，亚雷克西斯也从怀里掏出了一枚项链，只是一点鉴别礼。这是以前在寻找圣剑时调查队找到的饰品，蕴含着微弱的恢复能力。而刚佐也拿出了护手，并表示这是我家匠人打造的一级防具，这样就算是准备完成了。看到这里，蒂亚也随即询问两人怎么样，合适吗？话说有变化吗？而此时两人则异口同声地回道：完美。在做好所有准备后，蒂亚也与一直陪伴在自己身旁的施救告了别，随后便扑向了另外一边。谢谢你们，亚雷克西斯、刚佐，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及同伴，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那么我要出发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蒂亚也拿出了水晶以及银翼之剑的碎片。告别并不是结束，而是向前走的重要一步。我所亲爱的挚友啊！伴随着那传送门的成功施展，蒂亚的身影也消失在了法阵之中，而所散发出的光芒竟突破了天际，朝着那茫茫宇宙不断前进。艾德，艾德，你在哪里？艾德！然而就在蒂亚焦急地等待传送结束时，突然周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哦，对了，蒂亚，你之前说的那个逃跑的行李工是个什么样的家伙？那是乍一看只是个普通的男人。看到这里，蒂亚也不禁地诧异道：这是什么？等等，
这是之前看到的梦之世界吗？不对，这到底是什么？像浊流一样源源不断的涌出来，没有见过的回忆中的景色。这不是梦，这是灵魂在呼喊，这是烙印在灵魂之上的我的记忆。而此时碎片的画面突然出现了，艾德，实现我的愿望吧，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将我的一切都拿去吧。看到这里，蒂亚也立即撕心裂肺地喊道：“艾德，不要！”然而就在他打算靠近对方时，蒂亚却发现竟离艾德越来越远了。这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吗？使用了那么多的魔力都不够吗？明明只差一点了。艾德，拜托了，把手！然而无论蒂亚如何挣扎，最终还是被那空间乱流所吞没，而通道内也回归了寂静，仿佛从来都没有人来过一样。但是就在此时，那蕴含着神明至高法则的空间障壁突然裂开一道缝隙，只见蒂亚手持艾德所赠之刃，竟一剑劈开了虚空。不对，伸手的是我才对，你改变了过去，那么我将给予你未来。抵达吧，艾德所在之地，带着那必死的信念。蒂亚也终于穿过了乱流，当他再次睁开眼时，一个熟悉的背影映入了他的眼帘，而此时艾德也察觉到了异样，并转过了头去。下一秒，那熟悉的身影伴随着无数破碎的光芒同样映入了他的眼帘，一切是那么的真实，一切又是那么的如梦似幻。此时此刻，蒂亚再也抑制不住那心中的喜悦。找到你了，我没法去确认这到底是不是梦。看到这里，艾德也一脸不敢相信地说道：“不是，这是在开什么玩笑？神明大人，你这么捉弄我也太过了吧！蒂亚怎么可能会在这里？”然而话音刚落，蒂亚便一把扑到了他的怀里。见到你了，终于见到你了，艾德。听到这里，艾德心中的怀疑瞬间烟消云散。这个声音，这份温暖，毫无疑问是真正的蒂亚。傻瓜，你怎么跟来了？